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给一本洪荒小说点了5星好评之后，周青青穿越了。好消息是还活着，坏消息是成为了一株碧莲。这特喵是给我干哪来了？不周山果然是洪荒第一山，能够让造化青莲维持在24品，成就这先天至宝之威。洪荒24品造化青莲。这24品造化青莲与我三兄弟有缘。我这是穿越到洪荒世界了，成为24品造化青莲了。这洪荒还有本地人吗？红花、白豆、青莲叶，一连3分，一连3分，一气化三清，化作各自的正道之宝，果然与我等有缘。完了，24品造化青莲是三清早期便寻找到的至宝，化为了3件极品先天灵宝。我难道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周青青她只是一朵柔弱的小莲花，面对三清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兄，你的修为最高，便由你出手，将这造化青莲给我们分一分吧。我想要那青莲之中的白藕，其中蕴含着祥瑞3宝，玄奥颇多。那我就要那莲叶好了，莲叶通臂，似有无尽清平之意，似乎与我剑心呼应。你们都分完了，那么这剩下的花朵便归我的。这特喵的，三清就是有病。好好的24品的先天至宝造化青莲不要，要个什么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清脸上露出了些许的错愕，他们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天生高贵，大神通者那都得礼让他们三兄弟几分。那位存在不仅骂他们有病，甚至都对他们收取灵宝的事情指指点点了。三清彼此之间交换了一个眼神，便打算动用法力和无上神通来让那宵小之辈现出身形来。就在他们暗中涌动法力，想要动手之时，那道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在他们的耳边：太清老子，看你一头白发，装得跟老气横秋似的，可是至于用什么拐杖吗？那红花画来画去，不就是个盘龙扁拐吗？这玉清原石，这么一个威严的型男，用个3宝玉如意搞锤子，难道用的时候还要喊一个如意？如意看我心意，恶心！这上清通天也是，杀气这么大，连自己的气运都影响了。清平剑可镇压不了气运，我这24品的造化青莲可是镇压气运的先天之至宝，等到错过了，你就后悔去吧。分了我也好，活该三清气运分割，兄弟相争，自相残杀。三清表面上8分不动，实际上早就动用神通扫向了眼前的24品造化青莲。果然发现这件先天至宝之中诞生出了灵石。嘿嘿嘿，大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会听到这造化青莲的心声？造化青莲，这完全就是在乱说。我们三清气运相连，怎么会兄弟相争，自相残杀？而且他还说我恶心，用玉如意哪里恶心了？我怎么可能去念什么如意如意看我心意这样的咒语？如意如意看我心意，快快显灵！我操！我也不知道这个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见到这造化青莲之后，知道我们所要获得的灵宝是什么吗？听着太清老子的话语，玉清原始原本坚定不移的内心瞬间动摇了。他的确是想要将那白藕拿到手，可是他还真不知道那白藕会化为3宝玉如意。造化青莲本身生出的意识，应该对自己的本体演化有着判断才是，说出这些话也许不稀奇，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们听到，故意放他一条生路。哎，快点动手吧，我等的花都谢了，早死早超生，快点让我解脱吧。大家诞生出灵石之后，都是想要长生正道，哪有上杆子求死的？这还真是第一次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推演这24品造化青莲与我等有缘，却也没有直接的说明这红花、白藕、青莲叶便是我们的缘法。说不定我们的缘法反而是这个造化青莲之中能够被我们听到心声的意识呢。大兄说的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个理，万事有因必有果。而且我也想知道我们兄弟之间怎么就会演变到气运分割、兄弟相争、自相残杀的地步的。我认为还是将他留下比较好。同意，我也同意。既然我们意见相同，便不能在他面前表露出任何能够听出心声的异样。我会出手将其带回东昆仑，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想来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报。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又要用什么理由来将造化青莲带回去呢？毕竟在他的认知之中，自己可是要被1分为3的。放心，老道自然有理由。总算来了，3分还是8分都有你们了，快点吧。三清再次的听到了熟悉的吐槽的声音，差点就要笑出声了。他们倒是想要看看大兄要如何完成不杀的转折。咦，不对，造化青莲之中生出了意识，确实有其他的功德造化了，不能杀生。
嘿嘿嘿。咦，不对，造化青莲之中生出了一事，不能杀生。我勒个豆！特喵的，太清的修为果然比那两高很多啊！原始通天是真不中用啊，连姑奶奶都没有发现。太清，刚刚是我骂的重了一点，你不老，你才是三清第一，太帅了，总算是活了下来了。你今天救了我一命，等我化形之后，便给你念诵几句道德经做回报吧。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我高低偷偷告诉你几句。尽管只是简简单单的12个字，在太清心中却好像响起了沉重木鼓一般。眼见大哥眉角狂跳，便知道自己的兄长应该是对那《道德经》有所触动。大兄所言甚是造化青莲，乃是24品的先天至宝，能够诞生灵石，着实困难。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便将其带回东昆仑悉心培养，好让他化形。咦，玉清也很上道嘛，总算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就不说你了心了。你还是那个型男，洪荒之中灵根化形本来就难，西方的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一个先天苦竹，一个菩提古树，他们都仅仅是极品先天的灵根，怎么说我也是24品的造化青莲，先天之宝，比他们高了足足一个等级呢，难度更高好不好？洪荒西方，引起整个洪荒的天象变化。对于西方之地的了解，三清只能说是基本上不知道。结果现在周青青开口，便说出了2位西方道人的名字，并且还叫出了他们的根脚。单从这个信息上来看，周青青说的话好像真的有可能是真的。哇，果然用剑的男子都是这样的飘逸，期待他拿诛仙4剑时候的样子。可惜了，这样的男子到最后却是一把剑都没有，也真是失败。诛仙4剑吗？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听起来便有至强之名的剑会不会落在我的手中。东昆仑啊，这也是个好地方，洪荒的祖脉，希望三清给力一点，别让我混的都不如在不周山上。对了，我记得西昆仑的西王母那里有着天池之水来着，想来东昆仑怎么也应该和西昆仑差不多吧。三清原本都还在沉思的，没想到眼前的这小丫头便已经想起东昆仑的生活。这就是大罗金仙的实力吗？什么一个跟头10万8千里，完全就无法和这大罗金仙的遁速相比啊！哼什么10万8千里，我们一个念头的距离就不知道多少了。拿我们三清和玄仙相比，小丫头就是小丫头。玉清这用的神通应该便是纵地金光吧？踩着金光的确还挺酷炫。还算你有点见识，竟然能够看出我的神通。他本来还觉得周青青见识就那样了，可是现在却又觉得周青青眼光不错了。咦，那片山崖好像麒麟呀，好像是麒麟崖。不周山在龙汉大劫之时，本身便是麒麟一族占据，有个山崖像是麒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三清无视掉周青青的大惊小怪，便要离开此地。咦，三清怎么都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倒是可以理解，怎么玉清原始都没有反应的？吃瓜的玉清原始忽然之间听到被提及，着实有点莫名其妙。大哥和三弟都能理解，怎么就他特殊了？倒是也有可能，原始现在是大罗金仙，发现不了麒麟崖的奥妙也是正常的。是麒麟所化的麒麟崖，其中应该有着他混元金仙的感悟吧？史麒麟的亲子不也是被原始收为坐骑了吗？大哥、三弟，你们不会以为这丫头说的是真的吧？史麒麟乃是龙汉大劫之中的霸主，他们称霸上个亮劫的时候，这丫头的意识都还没诞生呢，她能知道个什么是麒麟？呵呵，原始多说无用，你不一直都质疑小丫头话语的真实性吗？现在可正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哦，看来我小瞧玉清原始了，看来他还是第一个发现麒麟崖玄奥的啊！看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这个样子，想来也是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麒麟崖果然漂亮，史麒麟本身便是麒麟一族的始祖，代表着开始。玉清原始也是一切之始，应该很容易便将眼前引动吧。玉清原始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还会被小丫头提醒，才会想到这样的方式。他没有见过史麒麟，不知道史麒麟的大道，可是从小丫头的嘴中，那史麒麟和他所修大道竟然也有一定的关联。叙述原初，一切之始，原始庆云，给我出！哇靠，这神通也太帅了，特效有点足啊！三弟看这麒麟崖的迹象，好像真的是那是麒麟所化。大兄说的是，龙汉良劫之后，三族族长最终是个什么结果，他们三清都是不知道的。没想到其中之一的霸主史麒麟，竟然化身成为了眼前的麒麟崖了。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已经暗暗打定主意，下次要是周青青流露出对某一件事情感兴趣的心声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像是现在这样拱手便将机会让出。天道为鉴，我麒麟一族从此不争霸洪荒，彻底的成为神兽一族。我史麒麟也将化为麒麟，主权天道。
玉清原始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画面，彻底的知道了龙汉亮劫之中史麒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是得到了天道功德的祝福。若是将其搬回到道场东昆仑上，甚至能够让他们现在的道场的等级再上升一个层次。对了，小青莲刚刚还说这儿有着史麒麟亲子四不像，我便也将它找出来吧。此时他获得了周青青口中的好处，彻底的相信了他口中所说的不着调话语，神识扫动，果然是发现麒麟崖的一处空间之中有着一头异兽。咦，这就是四不像，果然是羊驼的样子，丑萌丑萌的。对了，我刚刚获取了一些史麒麟的始祖之气，刚好能够帮助造化青莲温养，便便宜他了。哇哦，这真是走大运了！我竟然还能有这待遇。行了，既然此今是了，我们也该回东昆仑了。24品造化青莲乃是先天至宝，我们可得赶回去为它准备一个适合生长的莲池了。哇哦，太清老子很有兄长风范嘛，专门为我准备的莲池，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我想想啊，莲池的池底最好还是通天来出手，通天修炼剑道，在力度和审美这方面应该不需要太过担忧。不过莲池的选取最好靠近麒麟崖一点，麒麟崖为法脉祖庭，靠近一点对我修行应该有好处了。关键还是这个莲池的水，造化圣水、三光神水、功德之水，这些才是配得上太清身份的吧。太清老子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话太多了一点，修建一个莲池，3D 通天只需要动手，2D 原始甚至都不需要动手，而他这个老大竟然就要考虑什么造化圣水、三光神水、功德之水这样的东西。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哇，这就是东昆仑吗？先让我来安置好这麒麟崖吧。哇哦，通天麒麟崖将会成为东昆仑的法脉祖庭，你便在它旁边建出一个莲池吧。好池当有好水。我勒个豆！大手笔啊！后天功德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所凝聚而来的功德之水，让我都有了一种土豪金的感觉。等我化形而出，怎么着也要去找一找和它齐名的鸿蒙良天池，到时候亲自的拿功德做事，必然拉风。后天功德杀伐至宝、鸿蒙良天池，它们本身都有着屏蔽天机的作用，除非真的是和他们有缘，不然都很难推演出来的。行了，通天，你可以将青莲放入到莲池之中了。功德果然是洪荒之中最为强大的东西，我现在神清气爽，比起在不周山上要舒服个100倍了。单纯的靠着我的本体吸收这功德和始祖之气的确可以，只是这个速度也太慢了，我得好好悟出修炼法门出来。哎，自己体悟也太麻烦了，三清就在这里，不好好的利用这份资源也太浪费了。等到我的意识成长到能够和他们沟通，然后选择拜他们为师不就好了吗？嘿嘿嘿。哦，小丫头想要拜师，这个想法很好，到时候无论他选择谁，咱们都不要心生芥蒂。大兄发话，元始和通天自然也是无法反对，他的身上蕴含着三清兄弟之间气运分割、自相残杀的秘密，绝对是不能放走的。如此下来，将小青莲收为徒弟，似乎也真的不错。现在就看看小丫头究竟会选择谁来拜师了。拜师的话，第一个选择的话，当然还是太清老子更好了。呵呵，你别说，这丫头还是看得准的。三清之中，我是大哥，这拜师第一个想的都应该是我吧。可我记得太清老子就收了玄斗大法师一个徒弟，我要是拜他为师的话，那个难度也太大了一点，不行，我被直接拒绝那也太没面子了，绝对不行。太清老子听着周青青的心声，便是一愣一愣的，他都已经决定开心的将周青青收为徒弟了，结果这个小丫头先懦了。大兄，看来你没有希望了，谁让你日后只收一个徒弟呢？现在好了吧，晚了。玉清元始倒是一个不错的师傅的选择，洪荒之中，他应该也是最护短一个的，也是能够为弟子出头的。不行不行，没有法宝，没有修为，没有弟子的三无真人黄龙，什么遭遇历历在目。元始要是不喜欢我，岂不是我也要遭遇到冷暴力？玉清元始傻眼了，仔细想想的话，像是他这种性格，好像还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果然还是得上清通天嘛，他对于弟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我只要诚心的拜师，总是能够成功的进入到他门下的。看来小丫头最终还是与我有缘。不过拜入到上清通天门下还是太有风险了，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被算计了，整天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情啊。算了吧，我还是别拜他们为师了。几个亮劫之中，西王母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去他那儿
说不定能够再苟一搞，稳健的度过这个亮节。西王母是洪荒之中少数的女性大神，想来应该会收留我。三清面面相觑，他们在这争夺想让周青青选择其一拜师，觉得她肯定会拜入他们门下。结果现在周青青在思索了一番之后，竟然是要找隔壁的西王母了。真要是这样做的话，他们三清的面子可就都丢干净。我们必须想出一个让小青莲留在东昆仑的办法，不然的话，他还真有可能改换门庭去那西昆仑那儿的。大兄说的没错，可是小青莲明显对我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不是很好搞啊。我倒是有个主意，既然小丫头对于我们三个都各自有着偏见，那么我们便一起将她收为徒弟，怎么样？小青莲由于种种原因，都是没有将我们三兄弟当做一个整体，更是断言我们之后会分割气运，兄弟相争，自相残杀。我们现在以三清的名义将其化为三清首徒的话，不就表明了我们的心迹了？通天，你这个法子确实不错，造化青莲本身便与我等有缘，我们以此为名头，强行让他拜我们为师，绝对不难。我现在便打算开启造化青莲的灵性之光，你们记得配合我。好，明白。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此造化青莲既然与我等都有缘法，我们便不妨都来助他一臂之力，点化其一番如何？点化真灵，三清竟然要出手帮我点化，总算是能够开口说话了吗？说话好啊，我都快要憋死了，嘿嘿嘿。点化乃是用大神通者的法力，强行的开启他的真灵之光，让他能够增加智慧，顺便开口说话，跟脚越好，点化的难度越高。在周青青看来，那是真的沾了造化青莲本身的光了。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自身本源清气更是无上神秘，真是赚大了！我必须得抓紧机会，将其彻底的化为自身修道之基。终于又是听到了周青青的一句夸赞，而不是贬低的话，三清的心中也是非常的欣慰。周青青发现自己已经打破了先天至宝和天地之间的桎梏，能够开口说话了。当然，其实也只是将神识化作声音发出而已。阿巴阿巴。承受了三清的好意，现在也该好好的道谢了。见过三位尊上，多谢尊上点化真灵，敢问尊上神明？青莲也好感谢一二。哇，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了，还得装着不认识。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啊，刚刚诞生出的灵石，要是都知道洪荒中的信息，怎么看都太扯了。我等为盘古元神所化三清，太清老子、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你与我们三清有缘，现在被我们联手点化，也该当我们的是你徒弟了。从此之后，你便为三清首徒了。我勒个豆！三清要收我为徒弟，不是太清、玉清、上清之中的一个，而是要让我成为三清首徒。不过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我要是成为了三清首徒的话，就算以后他们之间争斗，应该都是不算将我这个共同弟子给算计了吧？嘿嘿嘿，弟子见过三位师尊，有着三位洪荒顶尖大佬为师尊，看来我也不用去西昆仑找西王母了，可以安心苟在东昆仑长生不死了。无量亮劫之后，才是我的舞台。既然你入了我们三清门下，那么我们便给你取一个名字吧。你可有先天神明？名字？先天生灵，大多都是有着自己的先天神明的。24品的造化青莲，先天至宝，按照常理来说，的确是一个可以拥有神明的。我倒是想说我叫周青青，可是这名字听起来不够洪荒啊。可是我还是想要自己的名字啊，要不叫碧莲。可这我也不喜欢，好纠结。既然你入了我三清门下，成为我们首徒，便让我们三位师尊来为你起个名吧。你出生不周山，便可以不周为姓；不周并不圆满，便去一个不字，变为周吧。听见太清老子强行的将小丫头的神明的姓变为周，元始和通天便已经知道大凶的意思了。你的本体乃是造化青莲，我便做主，取中央一个清字，寓意万古长青。周青的确不错，只是听起来却不分性别。我听你声音，却是要在未来化形为女子，便换作青青，从此你便叫做周青青了。哇哦，看来我和三清者的有缘，他们随意起的名字竟然和我的本名相同，而且还能有这样的寓意。这么一看，我所担心的完全没道理。周青青就是一个充满洪荒气息的名字。多谢三位师尊赐名，我便叫做周青青了。我们现在为你的师尊，现在便传你各自的法门，让你能够炼化灵气，成功化形。哦，这么快的就到了传法的环节了吗？这也太好了！太清师尊现在修为还在大罗金仙，其他高深的法门应该也没有。
能够拿得出手的，应该便是那传承自盘古、蕴含着丹之大道的法门了吧？这么一想的话，元始师尊岂不是要拿出炼气精义了？通天师尊怎么说也得将压箱底的阵法也拿出来吧？想想就激动啊！这是我炼丹的法门太清基夜神丹经，你可以凭借此淬炼出一颗体内金丹。这是我炼气的法门玉清金四炼气路，你可以凭借此法淬炼自己化形的身躯。这是我布阵的法门上清洞玄布阵图，你可以凭借此淬炼自己的周天经脉。多谢三位师尊，青青必然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化形。拜师这么爽，还能有这样的好处，三清首徒果然不亏。你便按照我们所传法门修行就是，若是有疑问，你可以直接询问，自然可以指点你。青青明白，必然会努力修行。眼见周青青没有问题，三清也是顺理成章的离开了这里。他们虽然也想要一直待在这里，看看周青青还有什么情报没有透露，可是身为大罗金仙的他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眼见三清都已经离开，周青青这才彻底的将目光放在了三清传下来的法门。在周青青的记忆之中，三清各自的弟子没有一个能够同时的掌握这3种法门，自然要好好的利用这法门来为自己化形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了。洪荒修行无岁月，周青青来到洪荒之后，彻底的认清楚了这一点，眼睛一睁一闭，可能就是1000年，也有可能是万载的岁月。就算经历了在他看来已经很长的岁月，可是他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化形的地步。3位师尊也是会固定的3堂会审，考校他的功课，像极了花钱请的家庭教师。而今天一如往常的教导过之后，周青青自顾自的继续运转几大功法修行，他的师尊们则是在一旁讨论着道法。哎，师尊们其乐融融的画面还是养眼的，趁他们如今都还没翻脸，多看一眼都是赚。哇，这就是红军正道成圣的一项吗？没想到我还能够看到这一幕。红军成圣，紫霄宫讲的洪荒这个亮节的大幕就要展开了。成圣3000年之后，将在混沌将会元神之大道，凡是有缘者来自上听到，真的是红军正道。三清听着从虚空之中传来的恢宏的声音，内心中发出了惊叹。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哇，混沌罡风、混沌雷暴，看我祭出后天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通通都给我防住！啊，就是这样，帅！元始和通天两个目不斜视，大兄的施法配上自家弟子的解说，不管怎么说都是有一种喜感。周青青可不知道自己中二的话语已经让三清集体失效了。紫霄宫外，红军第一次讲到不可计数的生灵盘踞，却显得井然有序。他们心中纵然焦急，但也不敢造次。哇，果然还是有着许多的熟面孔啊！那俩应该就是帝俊和太一了。果然是有着帝皇之气，一股子霸总的气味。那个抱着琴的，想来就是八卦文艺男伏羲了。身后的应该就是女娲了吧？见到真人了，好感动。这个独立在旁的，想来便是西王母了。真不愧是洪荒之中最为顶尖的女仙，真正的小仙女，爱了爱了。时间已到，诸位现在便可以进入到紫霄宫内了。哇，这就是童子时代的昊天和瑶池啊！果然大神通者对所谓的道童还是瞧不上啊，就是路过也将他们无视了。殊不知，现在被看不起的童子昊天，将来会在亮节之中掀起腥风血雨。不过我也没什么资格说他们，毕竟我的3位师尊便是其中最看不起昊天的。3位师尊之间的反目分明，也有昊天的影响。三清原本都是要在第一时间去进入紫霄宫中的，结果就听到了周青青的心声。为了让周青青口中那种情况不会发生，太清老子直接传音给2位兄弟，直接的放弃了立刻进入到紫霄宫的想法，反而是率先的来到了负责迎接他们的昊天和瑶池所在的紫霄宫大门边上。2位小童，我等为3清兄弟，此次来紫霄宫听圣人讲道，你们特来为我们开门。这是我平日修行炼出的7转金丹，便送给你们，聊表心意。这是我炼制出来的后天上品灵宝雌雄剑，我这里也有刻画的阵图2张。来者是客，3位老爷尽管入座就是。昊天和瑶池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像是三清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会给他们这2道铜赐宝。尽管知道这是凭借了红军的身份。咦，三清原来在进入紫霄宫的时候还做了这件事情了吗？看昊天和瑶池开心的样子，现在应该没对三清产生怨怼，难道是在后面的日子之中产生的？算了，这也挺好，
能结个善缘总是好的。不过马上就是最为精彩的争抢圣人蒲团的戏码了吧？冲呀！圣人机缘，大兄三弟，这我们可不能放过。如今紫霄宫中大能众多，但凡是有一丝的变故，必定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三兄弟联手，气运相连，必然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一起出手。明白。那蒲团有着玄妙。三位师尊果然强大，兵不血刃的就将这蒲团拿下了。如今三位师尊和和气气，三位一体，看起来就是一场盛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中看到这个画面，也算是值了。周青青再次心中叹息，让已经占据了圣人蒲团的三清眉眼狂跳。这个弟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边赞誉他们，一边还要吐槽他们一波，委实不当弟子。我看看兄妹组在哪里？我记得女娲娘娘可是第4尊坐上蒲团之上的大能来着的。嘿嘿，伏羲表面上也是拨动琴弦，可是其本身也是研究八卦和天机大道的，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和我大师尊一般是腹黑的性格。还得是女娲娘娘，娘娘修行造化大道法则，这个大道可是3清大道之中排名在前10的大道法则。娘娘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举一动果然都是充满玄奥。不用管我，那蒲团乃是无上机缘，将它抓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便是兄妹情吗？果然耀眼。这是帝俊要出手帮忙吗？周青青忽然发现帝俊手上忽然之间现出了一册河图洛书出来，似乎有着出手的意思。坏了坏了，要是帝俊现在出手，岂不是便能够和伏羲大建好关系？到时候也能够有理由让伏羲和女娲这先天大神加入到妖族阵营之中了。要是大师尊能够出手就好了。师尊未来的教派和女娲娘娘也有着很大的牵连，比起帝俊，我更希望大师尊能够出手啊！太清听到周青青的心声之后，果断选择了出手。大师尊竟然出手了，难道说大师尊早就看穿了自己以后会和女娲娘娘有所关联？看来是我想差了，帝俊和伏羲建立友谊，应该不是在紫霄宫中。多谢道友出手。不用谢，我看你们兄妹之情甚亲，有所触动，这才出手。哇哦，没想到大师尊竟然还有这么兄长的一面，完全不是以后那副无情的样子，果然还是现在的大师尊好。女娲娘娘再落座的话，现在终于是要轮到倒霉蛋登场了吗？接下来应该是镇元子帮助红云坐上圣人蒲团了吧？找到了，红袍红发，这个应该就是红云了，旁边就是红云的好基友镇元子了，那散发着黄色光芒的应该就是他的半生灵宝的书了吧？虽然比不上大师尊的天地玄黄灵文宝塔，可是也是极品先天灵宝之中的防御最强的灵宝了，有他的帮助，红云能够坐到这蒲团之上也就不奇怪了。周青青话语落下的瞬间，红云果然是坐上了其中的一个蒲团，比起常中的诸多大能来说，的确是可以称得上非常的轻松了。而那个将他送上蒲团的镇元子，竟然也是做了和伏羲一样的选择，没有去争夺那最后的蒲团。我勒个豆！不愧是洪荒之中速度最快的几个之一，我都没怎么看到这个速度，说你练习了2个半元会都不止啊！鲲鹏，紫霄宫中的其他修士见到蒲团已经被瓜分，都不再争抢。他们的确认为蒲团是一桩机缘，只是这个机缘到底是有多大，他们其实也并不清楚。眼下既然都已经被占据，也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了。哎，你们果然还是没眼光，要是早知道这是圣人机缘的话，就算是拼了命都要争抢的吧，怪不得你们成就不高。你看着，等会就有修士会告诉你们如何正确的抢夺圣人蒲团了。来了来了，大的终于来了。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我们是兄弟，上没有老，下没有小，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好不容易的来到这紫霄宫中，没想到竟然连个听到的好位置都没有。不愧是洪荒中最为无耻的准提道人，这份演技直接就是将紫霄宫的大能给糊弄了。三清只觉得自己的三观此时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被颠覆了，他们很难想象出和他们一个境界的大能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情出来，结果就是演技。准提道人果然狡诈，
修行的是因果大道，在道果为因的这个事情上，那是相当熟练了。可怜红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要会被利用而彻底的丢失掉圣位。不过也没办法，谁让咱们讲到的红军欠着西方的因果，西方灵脉被炸毁，也有着红军的一份功劳。红军也真是的，你要真想要还这个因果，大方的让给西方2人组就是了，何必如此算计？因果大道3000排行之中排名在前10之中的因果大道法则。这位道友，你就可怜一下，我们是兄弟，将这个座位让给我们吧。准提道人还真是奸诈。眼下坐在蒲团之上的这些存在，每一个都是道心坚定，根本就不会因为这样便被动摇道心，受到因果的影响。唯有红云这个老好人能够欺负一下。可怜红云现在让了这圣人蒲团于你，等到他生死的时候，你却想要赖掉因果，放任红云去死，眼睁睁的看着他生死道消，这完全就是在欺负老实人吗？嘿，我要是有实力的话，现在倒是可以帮你一帮，可惜本姑娘现在就是一个龙套，完全帮不了你。道友，你想要让红云让出蒲团，请求便是，何必用出这样阴私的手段出来，真不光明。竟然把我的因果之线给斩断了，这是……红云此时都是反应过来了，合着准提道人刚刚根本就不是在因为向道而哭，原来是在暗中出手，要将自己的蒲团给占为己有。三师尊竟然会出手阻止准提道人，这一段我完全不知道啊。不过出手的好，反正西方2圣以后也是会和三师尊结下梁子的，早点恶心一下准提道人也是不错的。多谢上清道友。三师尊出手帮着红云还真是一件好事，若是红云没有生死道消，想来也能够在三师尊以后遭遇危机的时候帮上忙吧。只是如今红云并没有离开这圣人蒲团，却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了。反正红云就算下去了，也能获得圣人机缘，想来对于天道大事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了。让大家见笑了，我们也是求道心切，这才会动用如此手段的。上清道友说的对，我们要想得到这蒲团，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出手。鲲鹏道友，便请你下去吧。哦，这是变成接引道人出手将鲲鹏给打落的戏码了吗？倒是也很合理，原本应该是准提道人坐上了红云的蒲团，然后直接出手对付鲲鹏，要为接引道人谋取一个蒲团。鲲鹏要抢回自己的蒲团的时候，又被二师尊插手阻止了一波。那句二师尊经典的披灵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不配与我等一起的话，应该也是在这里说出来的吧。二师尊和三师尊后来也因为此，两家弟子应该也是火拼了多次，造成了杀劫来着。那鲲鹏乃是先天神魔，根脚一流，我怎么可能会说什么披鳞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以此保守，接引道友。接引道人果然要比准提道人还要强。此时的玉清元始却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情莫名的出现了变化，这巨大的鹏翅出现在他身边的一瞬间，一种发自内心憎恶之情没有任何来由便出现在了他的心中。玉清元始立刻便意识到，这应该便是周青青口中所说的那个结果了。若是自己没有遏制这股冲动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便会主动的出手，帮助接引道人将鲲鹏给拍下蒲团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认为什么披鳞戴甲、师生卵化就真的低级，也没有任何想要出手帮助接引的意愿。二师尊虽然有点自大，可是瞧着也确实不会是说出瞧不起鲲鹏话语的存在，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大哥三弟，若是刚刚我没有遏制那股冲动的话，也许会像青青所说的那样，主动出手帮助接引道人将鲲鹏给拍下蒲团了。元始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存在，他如果真的在刚才出手，甚至说出披鳞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不配与我们为伍这句话，那么将来说不定还真的会维护自己的面子，将此事践行下去。二弟，你会凭空出现这样的情感根本就不正常，其中必有迹象，我们需要好好的查一查，到底谁能够影响到你。太清老子声音严肃，他们三清何等的存在，竟然能够毫无征兆的被影响，做出违背本心的决定。元始和通天对于兄长的判断自然是无比的赞同，能够直接影响到他们三清的，现在来看，好像只能是高高在上，现在正道成圣的红军。鲲鹏这回被赶下，可就没办法怪罪到二师尊和红云老祖身上了吧？玉清元始决定听到结束之后，好好的犒赏一番自己的徒弟。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此时同样萌生了一样的想法，三清此时也都是非常的庆幸，此回听到还好没有将周青青留在东昆仑，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情报到手？如今蒲团也只剩下一个了，也不知道怎么分配。红军该不会要给西方2人组加一个蒲团吧？
那样的话可就爆了。你们都坐下吧，从此之后座位便已经固定，不可更换。你们两个也不要站着了，既然已经到了前面，便也算有缘，我便多给你们一个蒲团。我勒个豆！红军还真的这样做啊！这操作我给98.4分，因为有1.6。时间已到，开始关门。等一下再关。咦，竟然还有女修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中到紫霄宫吗？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这不是后土祖屋吗？原来他在第一次紫霄宫讲道的时候便已经来了吗？不知道有没有进来，应该没有。有着确切的记载的说法，是后土祖屋在第2次讲道的时候才来到这紫霄宫听到的。要是几位师尊能够出手帮着后土娘娘进这紫霄宫来就好了。后土娘娘为盘古精血所化，也是12祖屋之中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大地煞气侵蚀心智的祖屋。不过我也没听过三清和祖屋有所交集，就连祖屋们打出盘古正宗的旗号行走洪荒之时，3位师尊似乎都完全没有看祖屋一眼。只是后土祖屋和其他祖屋不一样，它可是以生化轮回的存在，远没有其他祖屋暴虐。轮回大道，后土演化轮回，对于整个洪荒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而洪荒又是父神开辟出来的，我们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圣人容禀，紫霄宫门外的道友乃是盘古精血所化的后土祖屋，我知道此时时间已到，可否求个情，让他进来旁听？我勒个豆！盘古元神开始帮盘古精血说话了，我真是看错二师尊了。既然到了，那就是有缘。昊天遥指放后土小友进来吧。红军赶快讲道吧，让我也听一听。这第一次的讲道，对于我的几位师尊虽然没什么用，对我应该还是有点启发的。诸位来到紫霄宫的有缘者，现在都是大罗金仙的修为，我便先讲一下大罗金仙之道，来为诸位夯实道基。首先便讲这大罗金仙之道。咦，果然是大罗金仙之道。听不懂啊，算了，就当是在听天书了。讲道已经结束，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尽管问就是了。红军的声音重新的响起，向着紫霄宫中的红尘客们宣示了第一次讲道的结束。立刻便有如梦初醒的修士们开始向着红军开始询问诸多的修行相关的问题。终于下课了啊！这也太好睡了，以后什么时候想要睡觉，就让3位师尊给我讲个道，绝对助眠。准圣之法，我便将其放在下一次讲道了。洪荒刚刚经历了龙汉亮劫，秩序混乱，我决定敕封几位红尘客业位来维持稳定。首先便是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业位为至高业位，比之可统领洪荒男仙女仙。你们有谁愿意领这至高业位？当然，若是你们得了这至高业位，我也有灵宝赐予你们。红军又来坑傻子了。天下男仙之首，你红军不就是男仙吗？紫霄宫中现在的男仙谁有你修为高，得了这个业位的，自然就要受到你压制。红军心思大大的坏，天下女仙之首业位都不直接的交给女娲，好在洪荒的女仙不多，西王母也不用像东王公一样受到更强烈的气运压制。原来东王公和西王母得了这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至高业位了吗？圣人容禀，东王公愿意成为这天下男仙之首。咦，在周青青提醒之下，三清觉得眼前的东王公就好像是一个傻子。行，东王公，我便敕封你为天下男仙之首，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天罡罩。东王公，你节哀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哥们真帮不了你。不过西王母竟然不是主动的去想要成为天下女仙之首的吗？这么看来倒是挺意外的。既然东王公为男仙之首西王母，你是西华至妙之气所化，和东王公分属阴阳，我便赐你先天极品灵宝西方素色云界旗，敕封你为天下女仙之首，统领洪荒女仙。合着西王母成为天下女仙之首是红军强迫的啊！看来以后有机会也能够帮一帮西王母。自愿的东王公就算了，西王母都不愿意，还如此的敕封，鄙视你！这天下女仙之首业位的确挺坑，不过西方素色云界旗还是好的啊，这可是创世青莲的莲叶所化而成的，若是5片合一，都能够成为先天至宝先天5方旗呢，严格意义上还是和我同源呢，绝对的好东西。先天5方旗，大哥、二哥，
你们怎么看？既然是和青青分属同源，那么我们便想办法去从西王母那儿将那西方素色云界旗拿到手就是了。西方素色云界旗属金，先天五方旗必然是分属五行，要是将其都收集给青青的话，必然能够让他五行圆满，再太乙金仙圆满无瑕。二弟说的不错，东王公先不说，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西王母解决天下女仙之手这个意味的隐患了。讲道结束，尔等可以退下了，等到下次讲道再来紫霄宫。见过3位道友，多谢道友帮我求情，我才得以进入紫霄宫中听到。我是祖屋后土，没有元神，不能推演出诸位名讳，特来道谢。鸽子，离得远看不清，离得近这才能清楚地感受到后土娘娘的体态之美，不愧是修炼肉身的祖屋，真是羡慕，我也想要有这样的身材。我们兄弟是盘古元神所化，与后土道友算是有所关系，这才出口求情的，倒是不用多谢。见过3位道兄，后土有礼了。岩石道兄开口帮我求情，对我有恩，不知道后土需要做什么才能回报这份恩情。听后土的语气，他还真的是要来还恩情的。我记得二师尊还曾经往下传改编版的8九玄功来着，如今祖屋在这，岂不是刚好能够询问一下9转玄功？到时候我也能向师尊请教，修炼一番，练出最为完美的线条。可惜了，人家现在应该是一个完全对祖屋不知情的小青莲，根本插不上话。既然你执意回报，你们修行肉身必然是修炼了9转玄功，我们3清都是盘古元神所化，不修肉身大道。不过弟子之中，说不定有适合修行此法的。二师尊干得漂亮，难道说原本的8九玄功便是这样的改过来的？9转玄功吗？没有问题，这里面便包含着我对9转玄功的感悟。几位道兄，以后可来不周山的巫族族地找我，我会将今日之事告诉诸位兄长的。紫霄宫讲到之后，应该就是师尊去不周山取先天葫芦藤了吧？穿越到洪荒与3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3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上一次在不周山，姐们还只是任人宰割的青莲，这一次我可是作为3清首徒回来的。如果我现在是大罗金仙的修为，此地的灵宝就都姓周了，根本不会有你们的份。记住，你们即将获得灵宝也得有我的一份功劳。这丫头什么都没做，便都要将功劳给占据，还真是个小机灵鬼。说起来，先天葫芦藤可也是混沌灵根来着，这么一看，和我境遇也差不了多少嘛。好在我诞生出了灵石，3位师尊又发现了我，这么一看，我果然还是幸运的拿到，我才是洪荒之真正的气运之子，天命主角。看来咱们还是来得太早了，我能够感知得到眼前有着无穷的以木之气在汇聚，应该快有灵根结果了，只是距离完全成熟，想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最好不要在现在破阵，等到它彻底的成熟的时候再进去，不然的话，里面的灵根可能要因为灵气不充足而出现损伤。竟然是这样的吗？原本先天葫芦藤之上应该是有7个葫芦的，最后的一个不知所踪。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好像和提前打开阵法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金雾化红术，是帝俊和太一两兄弟吗？大哥，你刚刚说的和你有缘的灵宝应该就在这里了吧？看我给你打穿它。先天至宝混沌咒，原来是太一吗？这个时间段的太一的确是战力最为强横的存在。这混沌中若是将先天葫芦藤之外的阵法给砸碎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葫芦岂不是成型不了了？3位师尊现在能够拿得出手来的，也就只有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了。现在的手段对付火力全开的太一，应该也是没有什么胜算的。大哥3弟先天至宝我们也是有的，24品的造化青莲现在可在我身上呢。咦，差点都把它给忘了，它可也是真正的先天至宝。青青，现在就运转玉清金丝炼气络，我们要用你来抵御混沌中。哇，惨无人道，竟然要用徒弟的身躯来对抗先天至宝，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神性的扭曲，能够让师尊们想到这样的办法的？哎，谁让我大度呢？就不追究你们的无礼了。这下子知道先天至宝的好处了吧？希望师尊们挡下混沌中，到时候记得我的好，赏赐我一个葫芦娃娃。嘿嘿嘿，没有问题，我现在就一转心法。太一，你还真是无礼，想要破绽还得先过我这一关。我操，我真厉害，一下子就挡住了太一和混沌中。明明是我大罗金仙的法力起到了作用。玉清道友，真是冒犯了，我和二弟真没有见到诸位道友，是舍弟鲁莽了。
还请道友不要怪罪于他，我替他赔个不是。太医还不将混沌中收起，你还看不出诸位道友也是此地宝物的有缘者吗？知道就行，下次别这样了。太医，你便和我在这一起，和诸位道友等着此间的灵根成熟，下次千万不要随意动手了。不愧是天地帝俊和东皇太一，果然是这个亮节的真正主角，能够统合妖族的存在。天地东皇，没有太一的混沌中破坏，看来先天葫芦藤上是要结出完整的葫芦来了。果然是7个葫芦，太一没有在最开始便将阵法破坏，葫芦全部成熟了。呵呵，这个紫白葫芦和我有缘，我便先拿走了。啧啧，帝俊现在拿着的这个应该便是以后的斩仙葫芦了吧？被他祭炼出来斩仙飞刀，威力可是非常的大啊！这个紫红葫芦和贫道有缘，现在便拿走了。99散破葫芦，红云老祖日后的招牌灵宝，原来就长这个样子。我记得他是将无量的红砂炼化到其中了吧？这个紫青葫芦和我有缘，我便拿走了。咦，女娲娘娘的葫芦，我记得是炼化了招妖幡在其中的，成为了妖族灵宝。这个灵宝可不能让女娲拿到啊，不然的话还是会和妖族产生联系的啊。不过现在那些和葫芦有缘的都已经将灵宝拿走了，这剩下的岂不是都和3位师尊有缘？最后成熟的那个葫芦也应该是落在我们手中了吧？这可太好了。青青，你为我们3清首徒，这个葫芦便赐给你，当做你的灵宝吧。我勒个豆！3清首徒果然好，有灵宝他们是真次啊！诸位道友，那么下次再来我武庄观一起品人参果吧，我们便也走了。咦，这么快就走了吗？这里的灵宝都还没有取完呢。我记得这先天葫芦藤和藤蔓之下的9天息壤都是女娲的灵宝来着，怎么看样子他们都不来取？3位师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发现，这可不行，我得提醒一下3位师尊，不能让这灵宝都留在不周山上。哦，我就说嘛，几位师尊怎么可能没发现这葫芦藤的神异之处？大师尊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当初能够率先发现我的意识，现在又能在女娲娘娘之前发现这葫芦藤的神异。女娲道友，这葫芦藤和9天息壤之中蕴含着造化大道的气息，我看你修炼的便是造化大道，这2件灵宝刚好适合你。原来这2件灵宝是大师尊送给女娲的吗？大师尊还没有成圣，都已经有了送灵宝的圣人心态了。当然，这灵宝是不可能白给你的。道友先前不是收了那紫青葫芦吗？我名下有一个弟子，唤作青青，你那葫芦刚好也是青色，我便想着和你交换这个灵宝。女娲道友，你看如何？我手中的葫芦藤和9天息壤，对于你以后的道途，绝对是要比紫青葫芦要重要的。原来道兄都已经收下弟子了，这灵宝的确有着造化之功，可是其价值却已经远超我的葫芦，其中情谊以后再还。咱们现在都已经各自获得了灵宝，不如便各自回道场之中，好好的祭炼一番。3位师尊2个葫芦，这我该算到哪位师尊身上？不好分啦，不好分。这丫头完全是不知足，这分明是想要给她凑个3件灵宝，这算盘打得太好了。穿越到洪荒与3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3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2弟、3弟，如今宝贝到手，你们便说一说自己祭炼葫芦的想法吧。3位师尊现在要祭炼葫芦了吗？大兄，我的话3师尊还装啥呢？你现在看麒麟牙，不是就是想着将水火2气化为麒麟祭炼吗？葫芦一出，放出了水火2麒麟，对力的力量造成湮灭。不过说起来，2师尊这个葫芦应该是被他祭炼废了，我就没见过他用过几次。要我说，这葫芦之中，还不如学帝君一般，将剑气烙印都祭炼到其中。葫芦一出，无数剑光分化，不比水火葫芦强多了。2位兄长，我打算将这个葫芦祭炼为万剑葫芦，汇聚无量天气于其中，铭刻我自身剑道。哈，万剑葫芦，3师尊转性了，不过转得好，这万剑葫芦听着就比什么水火葫芦有感觉。葫芦一出，万千剑气涌出，完美的符合我对仙侠的想象。帅，3师尊，听着这葫芦的名字，我就知道它能够取代清平剑，成为你强大的灵宝。2师尊的葫芦是什么来着？名字想不起来了，作用好像是用来蕴养灵宝的。该死，2师尊的这个葫芦出场的更是比3师尊的葫芦都少，想不起来了。要我说的话，既然是用来炼气，
何不将其直接祭炼为阴阳葫芦？20尊本身便是代表着太武之仙，元气之始，以玉清之气划分阴阳，以阴阳二气炼化万物。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元者本也，实者出也，先天之气也。大兄，我打算让葫芦化为最初阴阳未判之时，以阳大道叙述原始。20尊的葫芦原本应该就是阴阳葫芦吧？看来我真的白担心了，真挺好。二弟想法不错，我也觉得这个阴阳葫芦非常适合你。我这紫金葫芦的话，紫金葫芦还说啥？不就是被祭炼成了盛放丹药的葫芦了吗？完全浪费了一个极品的葫芦。听到周青青的吐槽，太清老子也不打算听周青青的建议，直接就是运转元神，开始想要推演出如何要超越2弟和3弟独属于自己的葫芦灵宝出来。大兄，炼丹葫芦就挺好的，要不就这样吧。就是要不大兄你就认了吧。乾坤葫芦如何？将一方乾坤世界祭炼到葫芦之中，熔炼万千寰宇。空间大了又如何？大兄不是还要用来盛放丹药？那要不祭炼成五行葫芦？五行大道的确排名在我祭炼的阴阳葫芦之上的，也是在3弟最开始的水火葫芦之上。只是单纯的五行葫芦，效果似乎也就比我们强那么一丝，可是也非常的有限啊。要我说，大师尊就应该将其祭炼为太极葫芦。不过，大师尊领悟太极是不是得等到获得太极图的时候？那没招了，这葫芦还是就当炼丹葫芦算了。太极，先天五态之一，代表着混沌未开，代表着万物化生。太清演化太极，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6极之下而不为深。我这个葫芦便祭炼为太极葫芦了。大师尊原来现在便已经感悟到了以四太极的真谛了吗？原来是我小看他了。也是，大师尊毕竟注定只长太极图，现在领悟太极也挺正常。只是怎么就想到将紫金葫芦给炼化为太极葫芦了？难道是因为3师尊和2师尊的影响，一下子牵连出无数的变化？青青，此回你也2颗葫芦，你想要如何祭炼啊？我勒个豆！我这儿还有2葫芦呢。有着3位师尊做靠山，我这完全可以尽情发挥啊！我想想，那些书友们曾经想过的强大的葫芦是哪些来着？对了，首先肯定得是混沌吧。黑色一听就和混沌有缘。你的2个葫芦便交给你2师尊和3师尊帮你，尽管说就是。2师尊，我的第1个葫芦想要祭炼为混沌葫芦，劳烦2师尊了。行，我会在祭炼阴阳葫芦的时候帮着你收集混沌之气的。最后一个葫芦，你想好一点，你3师尊一定也会帮你好好祭炼的。青青，你尽管说就是了，无论什么葫芦为师都能帮你祭炼。哇，3师尊好有担当，可惜的是我还真没什么能够祭炼的了。对了，我以后要化形，造化青莲本身已经用不到了，那么祭炼出一个造化葫芦很有必要。3师尊，我这个葫芦祭炼成造化葫芦就行。自从交出葫芦之后，昆仑山难得的再次的陷入到了一片安静的气氛之中。周青青不用耗费心神去祭炼自己的葫芦，自然是继续的潜心修炼，缓缓的提升自己的修为。咦，这不是东王公吗？他竟然去这西昆仑了。这个时候来，难道是来邀请西王母加入蓬莱仙庭了？这加入蓬莱仙庭可不是一件好事，也不知道西王母最终答应没答应东王公。蓬莱仙庭，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的至高业位就是一个坑。东王公和西王母此次的遭遇，必然是会出现些许的变故的，说不定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帮着自己的徒弟将那西方素色云剑气给拿到手。青青，我带你去见见世面。3师尊这是想要去西昆仑去看戏吧？难道3师尊在这个蓬莱仙庭剧情之中还扮演了角色？我勒个豆！东王公逼婚西王母，洪荒式逼婚，好期待啊！3师尊飞快点，别错过好戏！哇，这便是西王母的道场，果然是和东昆仑不一样的风格，有一种仙气缭绕的感觉。仙气，引装素果难道就仙了？上清老爷，我家主人请你入道场说话。这应该就是西昆仑的看门兽陆无吧？真还是9条尾巴的大老虎啊！谁要以后和我说洪荒之中只有9尾狐有着9尾，我一定和他急。上清道友光临西昆仑，西王母有失远迎，还望道友见谅。看来东王公真的在西王母这里碰壁了呀！想要来西昆仑和道友论道，没想到东王公道友也在，这还真是惊喜。我不会打扰到2位道友了吧？ 3师尊也是挺坏，看东王公的脸色，
你还不知道打扰不打扰？那讨厌的眼神非常的明显，好不好？我看他都好像要吃了你的样子。上清通天道友，这是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的事情，我劝你不要随便插手。哇，好大的谱啊！东王公被封为天下男仙之首叶位以后，性情变化这么大啊！三师尊可是什么都没说呢，结果都被这样对了。东王公，你什么意思？通天道友是我的邻居，是我的贵客，你怎么能随便侮辱？你给我走！西昆仑不欢迎你。哇，西王母反应这么大，看来是被东王公给气坏了。能让东王公和西王母如此暴跳如雷的私事，该不会是逼婚吧？除了这个事情，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东王公应该是想要借助西王母之力，彻底的阴阳和合，提升修为吧？逼婚，阴阳和合。C 是东王公道友，你该不是要借助至高业位的名头，想要逼婚西王母道友吧？要是真的这样，我可不会无动于衷的。哇塞，三师尊目光如炬啊，竟然看破了东王公的目的，真是可靠啊！上清道友，此事我有点难以启齿，抱歉将你牵扯进来。上清通天，我是道祖红军亲自敕封的天下男仙之首，我已经在蓬莱岛组建蓬莱仙庭，成为仙庭之主。你虽然跟脚高贵，可也是个男仙，应该受到我管辖。你确定要和我作对？这东王公的心智已经被蒙蔽了啊！就算是道祖红军，现在也是站在我三位师尊这边的，比背景真的比错对象了。哼，东王公就凭你有多远便给我滚多远，昆仑山脉不欢迎你。哼。你要是换个灵宝的话，说不定还会对我三师尊有点威胁。可是你的灵宝乃是纯阳剑，这玩意天生受到我三师尊的辖制，走远了你，东王公。三师尊万剑葫芦只是刚刚祭炼，便能有这样的效果。若是搭配上阵道，威力不知道得有多少，这绝对要比清平剑要厉害不少的。三清，西王母，今日之事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的，等着吧，我一定会回来的。学什么不好？怎么还学起了灰太狼？搞什么我还会回来这一套？要不是你有着天罡照护体，你看我三师尊消不消？你就完事了。灰太狼想来是狼族的始祖一员，多谢道友仗义出手，要不是道友出现，我恐怕要为难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了，通天道友，你来昆仑山试。我们三仙出了一个徒弟，是24品造化青莲的根脚，如今修为卡在金仙境界，需要莲叶所化的旗子来凝聚武器。我勒个豆！三师尊不愧是三清之中最帅的那个。我也不会白拿你的西方素色云戒气，想来你已察觉这天下女仙之首叶位对于你的影响。你想要解决现在的困局，你得寻找契合资深大道的至高叶位。等到我正道成圣，有能力将敕令取出之时，我承诺亲自动手帮你彻底的消灭一切。如此便谢过道友了。此件事情有些繁杂，我准备好好的闭关一番。青青，你将西方素色云戒气炼化，如入到己身，便能够重新突破当前瓶颈，继续修炼了。三师尊，你就是全洪荒最好的师尊，心里永远为弟子着想，我对你的敬仰之情就如四海之水，滔滔不绝。你就炼化吧，我就在一旁帮你祭炼造化葫芦，有问题问我。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东王公心性不行，打不过三弟，下拜铁塔谢。的确，但凡有着想要超越他东王公的男仙的，此次应该都不会去那蓬莱法会上露面的。啊，我还以为有公费旅游的机会呢，结果三位师尊都不打算去吗？看来我是看不到三位师尊装叉打脸的俗套桥段了。东海现在可是有着诸多灵宝的，北方玄元控水旗什么的应该就在东海，三师尊的道场也在东海，蓬莱岛上也有着好处。三位师尊都不去薅东王公的羊毛，真是生活不易，轻轻叹气。我仔细想了想，东王公都已经专门的送了拜帖，我们要是不去，岂不是坠了三清的名头？若是他大肆宣扬我们怕了，那岂不是中了他的奸计？对，三师尊没有错，不去就是真怕了，得去啊。确实，三弟说的也没毛病，我们三清可不能让他们小瞧大兄，你怎么看？东王公诚心邀请，那我们便去一遭。对，太对了，老弟，走。我勒个豆！这就是东海啊！四海之中，东海为尊，更是被龙族当作是汇聚气运的地方，果然非同凡响。不过，我怎么感觉三位师尊的速度变慢了？他们没打算早早的就去蓬莱岛吗？三弟，你的道场还是感应不到吗？一点信息也没有，不好推演啊！师尊们在东海之上兜圈子，难道是感应到了金鳌岛？哦，大兄，我感觉到了金鳌岛和我有缘，你帮着我推演一下它具体的方位吧。你感应个棒槌！什么时候轻轻说名字？你什么时候说有感应？三师尊果然是和金鳌岛有感应，我说对了。这个方向。
三师尊还不动手干什么呢？这不赶快将金鳌岛外的十绝阵法破掉，我们好早日登岛。冤枉啊，大哥、二哥，我还真没看出来此地的阵法，要不是晴晴开口，我可不知道这里有着十绝阵。不愧是三师尊，就算在大罗金仙破这个先天的十绝阵毫无难度，后来的那些弟子们破十绝阵都得绞尽脑汁，差距真大。好一出洞天，果然是和我。来者止步，此地乃我龙族宝地，其他修士一律不可染指。哈，龙族在这个时代之中，竟然都敢出面阻止三师尊进入自己的道场了，不是吧？这么刚，喂，小龙龙，时代变了，现在不是龙汉亮节、先天三族称霸的时代了，你们这是活得不耐烦了。等等，金色蛟龙，这该不是后天极品杀伐灵宝金蛟捡的那2条蛟龙吧？三师尊，天下流龙是有龙，这玩意活着才能化为灵宝，死了太可惜了。不过应该也不用我说，三师尊应该会留他们一命的。三师尊果然留手了，这就是三师尊，果然看出了金蛟的特殊性。他看出个毛线了。诸位道友，金蛟是我派出巡海的蛟龙，我知道他们2个冒犯了诸位道友，只是可否看在我和龙族的面子上，宽恕他们呢？咦，没想到你也是面子果实能力者。这位龙族道友，我刚刚没有将他们杀死，已经是宽恕他们了。他们2个要是主动的化为灵宝金蛟剪，供我屈指，我便饶了他这冒犯之罪。不可能，我们可以赔礼道歉，可是化为金蛟剪供你们屈指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混元金仙的威压。不过不对啊，这个时候的龙族多数应该都是遭到了业力侵扰才是。看眼前男子的法术，应该便是青龙一脉的始祖，真正的青龙王。他在龙汉亮节之时的修为的确有可能达到混元金仙，可是在这个亮节之中，他必然已经跌境。青龙一定是装的，那是个样子货。青龙始祖是吧？你以为我看不清楚你的底细吗？业力反噬，你的境界早就已经维持不在混元金仙了，这个样子是要给谁看？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大师尊明察秋毫，果然有一双慧眼。龙族早就不是昔日辉煌的先天三族了，真的想要请求，至少要拿出该有的态度出来。二师尊果然分得清形势。你想要动手，我可以随时奉陪。只是你真的能够撑得出我的剑道法则？动手还得三师尊来，上吧，挥剑的大哥哥。没错，我便是青龙。刚刚为了救下2位族众，行为过激了一些，还望几位道友勿怪。说话之间，他的气息陡然之间开始从混元金仙回落，跌到大罗金仙，然后堪堪跌到了太乙金仙，这才停止。我勒个豆！眼弟啊，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青龙奖了。兄弟的演技很不错嘛。我勒个豆！眼弟啊，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青龙奖了。兄弟的演技很不错嘛。这位道友，我们愿意化为金蛟剪供您屈指，还请不要怪罪青龙王。龙王师祖是救我们星界才出如此下策的。你们不用为我求情，你们出手也是因为我让你们寻找龙族崛起的契机的，归根结底都是我的过错。就算你们为我求情，保下我的命又如何？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青龙也将彻底的被业力反噬走向灭亡，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濒死龙王为救下蜀挺身而出，这画面感动，好酷！要是换成道侣的话，那就是龙王归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龙王。龙王就是龙王，是正儿八经的业位，怎么可能有假的？这样吧，青龙，我们可以让你带走这2远古金蛟，只是你需要拿东方青莲宝色旗、南方离地焰光旗、北方玄元控水旗、中央戊土杏黄旗来交换。当然，不是所有的4面，2面或是价值相当的都行。哇，大师尊你走的是暖男风格啊！无情绝对是大家对你的误解，谁要以后说你无情，我第一个不答应。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能想到5行突破困难的徒弟，换灵宝也行，不就是一把后天极品杀伐灵宝吗？小师妹，师姐以后亲自出手为你打造一把大剪刀，这金蛟剪咱不要了。大兄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你们真要想活，那么必须用这些灵宝来换。青龙王，不要啊，我们2个不值得龙王舍弃灵宝来换。我勒个豆！猪队友啊，这下子就连想要搪塞的理由都没有了。不过青龙还真有东西啊，这倒真是惊喜了。
东方青莲宝色旗，这就是我的极品先天灵宝。你们应该是从我施展出来的法术看出了灵宝的端倪了吧？这旗子便给你们了。哇，原来三位师尊早就看穿了青龙的法术了，就我一个修为低下的没能看出来。也是，就算是二师尊、三师尊都看不出来，大师尊应该早就胸有成竹了。我将三位师尊看得太简单了。青龙，你拿出了东方青莲宝色旗，我们的确是需要的。你以会员金仙之威威压我们，本来就是要死。你若身死道消，这东方青莲宝色旗也是属于我们的。单单是这件灵宝，价值确实不够的。的确是这样，没错，颜值归颜值，价值归价值，这可不能一概而论。而且那用高傲的态度说出那样的威胁之语，我们可是被吓到了，精神损失费绝对不能少。这我自然清楚。南方离地焰光旗在南方不死火山，凤族的族长袁凤手中，北方玄元控水旗的确在我龙族手中，只是我们龙族需要用此旗统合四海洋流。其本身关乎龙族兴衰，我却不能将其交出。我这里有12颗定海神珠，也是极品灵宝，希望能够替代北方玄元控水旗作为交换，不知可否？南方离地焰光旗在袁凤那里吗？倒是挺合理。袁凤身为凤凰一族的族长，没有死亡，而是去镇压不死火山去了。想要到手，等到师尊们哪天有空，去一波南方，说不定就能入手这灵宝。北方玄元控水旗果然是在龙族的手中，四海平衡关系着整个洪荒的洋流，水源循环。想要收回北方玄元控水旗，好像还真有点难。算了，难就难点吧，反正我躺平在东昆仑，总有集满的时候。可是我三师尊不久之后就要获得另外的24颗定海神珠，36颗的圆满的定海神珠代替北方玄元控水旗，可是绰绰有余，这可不行做啊！就算是顾念到我们的师徒情分，这都是亏本的买卖，我可没脸提出这样的请求来。我们要的始终都只是北方玄元控水旗而已。这12颗定海神珠虽然也为先天极品灵宝，却并不是我所求之物。已知定海神珠只有12，若是到了36颗圆满之数，便能够晋升为先天之宝，足以代替北方玄元控水旗运转洪荒水源。我会将那剩余的24颗定海神珠拿来，到时候换取你族中的北方玄元控水旗，你看可否？三师尊，你真是呜呜呜！我又想哭了。不过是看了定海神珠一眼，立刻便能够知道这神珠有缺。为了我，甚至直接愿意舍弃获得先天之宝的机会。那24颗定海神珠现在还在红军道祖的手中，根本就推演不出来地方。三师尊，你却愿意追寻那份虚无缥缈，这才是真正的师父啊！实不相瞒，若是定海神珠真的圆满，将会对我整个龙族和我青龙产生巨大的作用。若是道友能够凑齐36颗定海神珠，我青龙愿意做金鳌岛的镇岛神兽，整个龙族也将以金鳌岛为尊。道友可下指令驱驰族中任何龙族。这青龙好魄力，也是实在，他这是完全的将36颗定海神珠的价值给说了出来了。三师尊未来也在金鳌岛，若是汇聚东海龙族气运也挺好，亏的只有未来的师弟。不过没事，你的牺牲是值得的，师姐会记得你。可以，等到我到手其余的24颗定海神珠，自然会重新来找你。我乃上青通天，旁边的是我的二哥玉清元始，大哥太清老子，我们是盘古元神所化，自然是会说到做到。听着上青通天掷地有声的话语，青龙彻底的拜服盘古元神的跟脚，话语的确无需质疑，相信就行。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这就是混沌碎片所化生出来的岛屿，蓬莱、方丈、瀛洲，天然的形成了三才大阵。这样的岛屿给东王公真是白瞎了。三清道友，还请入席观礼，主上已经专门的给3位安排好了位置。专坐，看来这就是针对3位师尊的第一步了，几位师尊可要小心。我们已经将黄钟礼奉上，3位道友可进行品尝。快，几位师尊，赶快上座！这蓬莱法会真的是来对了，赶紧去让我尝一尝这灵果的滋味。哇，这么多黄钟礼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不对啊，这黄钟礼的结果日期非常的长，从混沌开始到现在最多也没超过100数。此事绝对有诈，东王公应该会在黄钟礼上做文章。虽然这黄钟礼似乎有些算计，不过完全不重要，我们可是来回应他的挑衅来的，要是不吃，岂不是让他都没有动手的理由了？大师尊果然早就看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道祖红军敕封我为天下南仙之首，主掌群仙宝路。东王公便于这东海蓬莱岛上立的仙庭，奠东方之圣域，做这天仙统领，大道纲为。
我为仙庭之主，自然需要道友帮扶。昔日和我一起在紫霄宫听到的72位道友，已经愿意加入仙庭与我一起接济众生，传丹度世，浪宣仙庭。我特意请了在紫霄宫中展露名声的三清道友，去了72颗黄钟里，现在便劳烦三清道友一次，来为诸位道友庆贺。原来3位师尊是特邀嘉宾呀，还是颁奖的那种？不好意思，东王公，我们以为那黄钟里是给我们三兄弟打牙祭的，已经不小心将他们都吃掉了，却是拿不出灵果来了。什么？三清竟然将东王公准备的黄钟里都吃掉了？不小心，该不会是上清通天因为与我有私怨，故意给我难堪吧？且不说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你想要怎么样，尽管说便是。霸气，这确实像是二师尊能够说出来的话。现在这个阶段还能看到几位师尊互相兜底的画面。三清道友，我邀请你们来，自然是因为你们实力强大，能做这南仙表率。现在你们失误，自然也是该有责罚。如今仙庭出力，我又为南仙之首，自然得对尔等进行一番责罚，以儆效尤。你们只要和这72位道友道个歉就行了，也不需要多做什么。木公明鉴，正是如此。想要我们三清道歉也行，你们出手压过我们就好，不然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总算到了打戏了吗？二师尊，给我好好的打一波东王公的脸。这剧情虽然老土，可是我很爱看。那我俩就向一清道友讨教一番了。我赶时间，实在不行，你们便一起上吧。中二气息拉满，不过我喜欢二师尊就得这样霸气才是。气通始源，大道开合，一壶照收万物，阴阳自在其中。也是一件先天极品层次的葫芦灵宝，这些葫芦难道都是批发的吗？怎么三清人手一个？即使二神将放在洪荒之中还是能打的，可是要和我二师尊相比，那还是太不自量力了一些。当然，现在你们还能够和二师尊比划比划，等到以后可就真的没机会了。东王公，再不下来，你的72神将可就都要败在这里了。你确定真的要继续做壁上观吗？你该不会是想要保护你仙庭之主的威严，不敢下来了吧？南仙之首，笑话而已。哼！哇靠，这东王公不讲武德啊！这三才大阵一运转，完全有了主场优势，吃个黄钟里压压惊。东王公，我不动手，你还真当我摆设呢？哇，二师尊，舞台已经搭好了，咱们快点将东王公打败，然后就可以去抄家薅东王公羊毛了。东王公今天敢这么算计我们三清，明天就敢来东昆仑抽取祖脉了。这就是二师尊的神通玉虚开天掌吧，以玉清之气演化出玉虚功，做开天式，怪不得能够在后面执掌盘古幡这件先天之宝。三清神通果然强大，是东王公失礼了，是我错了，让大家在这仙庭看了个笑话。好一个以退为进，东王公算准了现在3位师尊不会杀他，直接认错，不计较一时的事。二师尊可别被迷惑了啊！错虽然认了，他可真不带改的，下次还敢犯，可不能接受轻飘飘的认错，得让他付出代价。知道错了就行，只是犯错是需要代价的。你们也都听见了，东王公已经认错，但凡岛上修士，现在都给我从岛上离开，休怪我不客气。咦，这不是我的混沌葫芦吗？怎么二师尊这个时候拿出来了？我勒个豆！二师尊，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只想着薅羊毛，你倒好，直接把羊都给拿下了。行了，东王公，你算计我们三清的因果就已经结了，希望你能够通过此时有所悟。三弟大哥，我们走吧，该回东昆仑了。走走走，回家喽。这3岛都进入到了混沌葫芦中，那这些好东西是不是也都姓周了？嘿嘿嘿。大家稍安勿躁，蓬莱没了就没了。我为天下南仙之首，天运眷顾，适才我已经找到适合立派的洞天紫府州，我们去紫府州重开紫府仙庭。东王公算计三清，反被三清抄家，直接搬走蓬莱仙庭。打不过三清的东王公，只好找红军主持公道。三清道友，我们可是听说了，你们去蓬莱法会大展拳脚了一番，逼得东王公都将蓬莱仙庭给变为紫府仙庭了。要不是我忙着炼化我的99散破葫芦的话，我也和镇元子一起去参加蓬莱法会了，真是可惜。这个情景不就是开学上课之前的场景吗？看来大家都是一个路数啊。
可怜的孩子，这葫芦应该是给东王公搞出心理阴影了。幸亏帝俊祭炼的斩仙葫芦不会在这个亮节之中出现，不然都很难想象东王公的脸色有多难看。哪来的这么多葫芦？见过诸位道友。插句啊，东王公，你看看帝俊，表面功夫做得足足的，这回听到结束，人家就要自家天地夜位了，妖族之名将要彻底的响彻洪荒了。后土娘娘也是难呀，最后也只是只身上了这紫霄宫，巫族之中只有一个做到人间清醒，其中的重压可想而知。这回听到结束，巫族也要彻底的行走洪荒了吧？巫妖亮节要开始了，洪荒彻底的要不太平了。巫妖亮节，这盘古精血所化的祖巫们，竟然也要掺和到这天地争霸之中。时间已到，关闭宫门。红军真烦人，出现都不带出声音的。委实对我的心脏不好，倒是他身上的气息更加的高渺，更加的至高无上了。进了混元圣境之后，修为都提升的这么快，这就是天道代言的魅力。宝宝，我想要突破个金仙，都得收集先天五方奇来艰难提升。资本，贴道。接下来，我便给大家讲述我的准圣之道。大罗金仙想要突破到准圣，便是需要斩尸。我的斩尸却分两种，其一为善的指，其二为过去、现在、未来。每斩一尸，大家对于大道的感悟便会更深一层。三尸皆斩，混而为一，便是我红军了。大家斩尸可以用自身拥有灵宝来斩，品级越高，效果越好。三尸化身本身也能够作为身外化身，帮助你们作战，妙用无穷。红军果然是没有讲这斩尸之法的缺点啊！想要做到完整的三尸合一，最好斩尸的灵宝同齐同源，如此才能更好的合一。不过大家斩尸也基本上没有三尸都斩的，我的3位师尊反正正道成圣都没斩完尸，倒是接引那个家伙拔过去，现在未来都斩了，是个藏着极深的家伙。等到斩三尸秘法进入到总纲之后的深度解读之后，周青青毫不意外的继续睡了。如果说上一次的听到周青青还能听一会，这一次他就是倒头就睡了，连分心去清点他混沌葫芦中的家底都做不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周青青又回来了。道祖容禀，东王公有一事想要禀告。东王公，你的事情等会再说。紫霄2讲已经结束，我便在此立下玄门。图团之上者，皆和我有缘，须入我玄门。太清老子，你为盘古元神所化，根较高贵，我便赐你先天至宝太极图。从此之后，你便为玄门大弟子。玉清元始，赐你先天至宝盘古幡。上清通天，赐你先天至宝诛仙剑阵。三清思绪翻滚，青青所说的先天至宝终于出现了，太极图、盘古幡和诛仙剑阵一样没少。红军也是真的够坏，这是洞彻了东王公的想法，根本不给人家告状的机会。要是东王公先告状，然后再宣布玄门弟子，想必东王公的表情更加的精彩。现在就看看道祖会不会收红云为弟子了。女娃，你精研造化大道，便为我门下师姐，我便赐你山河设计图和红绣球。红绣球虽为极品先天灵宝，可是若是有机缘，也是可以成为功德圣器的。知道，不就是正三婚吗？天婚、地婚、人婚一全，妥妥的完成升级。接下来可就轮到倒霉蛋了。红云道人、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你们3都与我缘分浅薄，与我却是没有师徒之缘，入不了我这玄门。不过能坐上这蒲团，便是有着缘法，我便赐你极品先天灵宝9离壶，你且收下。准提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加持神杵。接引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12品功德金莲。这接引宝床与你有缘，便也一并给你。我靠，红军这手段真是高明啊！红云这个老好人性格，虽然没成为玄门弟子会有点失落，可是必然会因为接下来获得9离壶而惊喜。实际上，这9离壶虽强，可是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便是炼妖壶，一下子便和妖族气运相纠缠了。又是和妖族有关。最关键的是，红云真不会哭啊！常言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你看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就没有因为得了灵宝就开心，他们是真的能哭。圣人，西方贫瘠，我们长途跋涉，一心只为求道。我们自知根脚不如三清师兄、女娲师姐，不敢奢望成为入门弟子，还请道祖给我们一个记名弟子的身份，让我们聆听玄门真意。紫霄宫乃是讲道之地，哭哭啼啼像什么话？既然你们2个执念颇深，也罢，我便将你们收为记名弟子就是了。休要喧哗！我勒个头！
这都行。东王公，我的事情已经宣布完了，不知道你还有何事？圣人容典，我已经在子府建立仙庭，号召洪荒男仙进阶加入，已有众多仙神加入仙庭，录入仙籍了。我勒个豆！好快的反应，告状城汇报成果了。很好。既然东王公也没有大事，此次讲道便也算完满。下次讲道便是圣人之道，紫霄宫将官尔等都可以离开了。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三气朝元，金仙中后期，我周青青终于做到了，我是天才。我可不能因为突破而骄傲，不然眼下三位师尊看我这么高兴，他们却不能突破，说不定都要给我穿小鞋了。我要克制，要隐忍，我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嘿嘿嘿。二弟、三弟，此回听道完毕，我们便是有2条道路可以选择了，一个是混元金仙之道，一个是准圣之道，我们便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今后的道路。咦，我还以为大师尊他们都要直接的选择斩三世之法呢，怎么现在开始准备讨论起来了？混元金仙之路最难，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做到这个地步的只有龙汉亮节的3族族长和青龙，只是他们这个混元金仙是靠着整个族群的力量和气运达成的。我们3兄弟并没有像是先天3族那样的族群，想要做成这件事情很难。不过，我觉得混元金仙最好。勇敢三师尊，不怕困难。空间魔神杨梅、五行、乾坤、阴阳，他们转生到洪荒走的也是混元金仙。如今我们成为了玄门弟子，不去斩尸的话，似乎有点刻意。这个倒还真是，二师尊想得周全。三尸化身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大兄，你不是有一气化三清之法吗？三尸化身这点战力也看不上，不是吗？就是，大师尊当初都是斩三师修的最高的一个，结果自我师都没斩掉，最后还得太上忘情。三师的确不好，要是真不行就斩过去。现在未来三师吧，学接引，不丢脸。三弟的想法当然没有错，若是考虑到青青所说的隐患，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混元金仙之路。二弟的想法也没有错，我们不是玄门弟子还好说，现在我们都拿了道祖红军的先天至宝，就这样的抛开斩三尸秘法，着实不妥。混元金仙之路还是斩三尸之路，这是一个问题。大师尊怎么了？该不是犯了选择困难症了吧？成年人才做选择，要我选的话，我直接就是全都要，吸收斩尸秘法的精义，再融会混元金仙的道路，咱们自创一门三清秘法不就行了？反正不管是混元金仙还是准圣，都只是成圣道路的过渡。道祖红军能创造秘法，三位师尊也可以创，不是吗？这不也是符合师门传承吗？道冲而用之祸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错其锐，借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祸存。哇，这不是《道德经》中的话吗？大师尊怎么有感悟了？这意思应该是大道无常有变吧？混元金仙和斩三尸之法都有其独特的好处，我们不妨将它们调和起来，重新创造属于我们的秘法。我勒个豆！还得是你啊，大师尊，思想境界就是高，除了你，我都不知道谁能想出这办法来了。对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到了帝俊发现天庭36重天的时候了？我记得三位师尊在正道之后，天庭好像安排了其中的3天给三位师尊的吧？不知道这会不会对三位师尊有用？先天之宝太极图，大师尊怎么忽然之间动用起这件先天之宝来了？难道是推演出什么来了？36天将要出世，我推演到其中一部分与我等有缘，我们便动身一趟吧。原来大师尊动用太极图是算到了36天的出世啊！也是，太极图乃是先天之宝，和图洛书仅是极品先天灵宝，能够算到也很正常。这么说，三位师尊要去天庭，带我，别忘了你们可爱的徒弟。对了，青青，我看你刚刚突破，也没什么事要做，就一起来吧。哦耶！诸位，随我上天，天庭建立，指日可待。接下来便是我们妖族之名响彻整个洪荒之时。自从紫霄宫一讲见到道祖红军敕封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至高业位之后，他便一直用河图洛书推演最为契合自己的至高业位，最终无数次的推演让他找到了这名为天地的至高业位。太一、鲲鹏，你们便随我一起去登上这最高天，见证我们大业的完成吧。哈哈，
傻眼了吧？帝俊，你的确是比大师尊还早到一步的，可是我们是从上而下来的，你从下往上，自然不可能有我们快，这就是数学，一看你就没学好。诸位道友，这上3天便是我们三清的了，确实不能让3位道友通行了。前方三清，天地进行，有那个感觉了。大罗金仙说这个话的时候，可比程胜后说然多了，比勃然。不好意思了，3位道友，这恐怕恕难从命，我有着不得不上天的理由。我懂，天帝嘛，自然是不希望自己上面还有水压着。不过我的3位师尊也有着他们出手的理由，看来真的要看一波斗法了，打起来，打起来！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我败了，我认输。我勒个豆！东皇太一还真惨，上回遇到了我和2师尊联手，这一回我和大师尊联手将太一放倒了。2师尊、3师尊可别落下，太慢了可不行。哼。 2师尊亲自动用了玉清神雷，威力果然不是盖的。你说你也是，原本诡计之中也没敢来找我们3位师尊啊，这是何苦呢？现在好了，白挨一顿胖揍。哇，坤之大，一锅炖不下。帝俊用河图洛书演化混元河洛大阵和通天交手的有来有回，可是看着自己的弟弟和鲲鹏这个样，心中暗叹一声，主动撤去了阵法。帝俊知道三清非常的强，可是能够强到这种程度，还是超出他预料之外的。三清道友，我们认输，这上3天天阙，从此之后便是三清所属了。没有道友允许，我们绝不会踏上3天一步的。哈哈，妖族身为这个亮节的主角，都要认输。我和3位师尊真无敌。行，青青你又无敌了，你永远都无敌。 通天自己虽然非常遗憾没能继续破解混元河洛大阵，可是对方主动认输，他也没法说什么，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另行探讨了。看3师尊一脸遗憾的样子，该不会是混元河洛大阵没破解不爽了吧？别呀，以后33天可是要布置更加厉害的周天星斗大阵呢。你再上3天的话，可是想怎么破就怎么破的。哦，大哥、二哥，咱们赶快去上3天看看。哎，3师尊态度变得怎么这么快？吃错药了。 上3天的道运确实已经超过了大陆金仙，在这里修炼对于大陆金仙者也都有些好处。不仅如此，上3天的资源和洪荒大地不同，我看其中有着颇多神才可以利用。你们都先别说话，等等青青的表态。这就是3清天，3位师尊成圣之后都要来的地方。上清境、玉清境、太清境，3位师尊现在沉默不言，应该是这3清天对他有所触动了吧？3清天就是这个。 太清老子在周青青昆仑山说，他们正道成圣之后才来，这上3天之后便是察觉到了，这上3天是有着些许奥妙的。等到现在青青开口说是3清天之后，就更加的确定了。就是上清境、玉清境和太清境，上3天彼此勾连成就3清天。我们的秘法现在便是缺少的，像是上3天一样，成为一个整体。道祖有着斩3师，我们便也可以有3清天，有3清境，如此来感悟大道法则。原本他们俩也是将眼前的3天分开来看，当做是独自的个体的。 可是现在按照大兄太清老子的说法，再看这上3天，然后他们再想想自己合力所创造出来的秘法，果然能够与这3清天一一对应。原本困扰着他们的瓶颈，轰然之间便被打开了。3位师尊竟然真的创造出了突破的秘法，这也太厉害了吧！青青，这3清天以后便是你的洞府了。我勒个豆！3清天给我了，我都没有化形，这破天的富贵就有我的一份了。你是3清首徒，当然需要自己的洞府。 这3清天势至高天，非常符合你的地位，以后就都归你了。你想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信你问问你2师尊和3师尊，看看他们怎么说。我没意见。3清天的清应该是青青的青，这地方确实和你有缘。哦耶！未来的大房子也都有了，等我自己独立，也算是有房一族了。3清首徒的待遇就是好，这上3天怎么着也算是天井房了。嘿嘿嘿，多谢3位师尊。 很好，现在3清天就是你的了。我们现在便准备修炼秘法，你便在一旁好好观摩，以后破境便也可以用我们所创之法了。 3位师尊联手创造秘法，这画面还真是美好。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这么一面，这才是最初的3位师尊。要是他们不分开就好了。天道大势不可逆，这些美好也都是梦幻泡影。我只能珍惜当下，能改变一点算一点吧。在时光的流逝之下
三清终于是突破了自己的大罗金仙境界，进入到了相当于斩一师准圣的上清境。在他们的构想之中，斩三师对应的便是上清境、玉清境、太清境，这是融合了斩三师秘法和混元金仙法则之路创造出来的属于他们三清的秘法。哇，三位师尊境界突破了，自创秘法而且能成功，真的不容易。这就是他们羁绊的力量，我得赶紧恭喜他们，恭喜三位师尊境界突破，大道有望。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我们不过是勤勉了一点，便突破了。青青，你也要勤加修行。三位师尊果然谦虚，要是勤勉有用的话，我怎么可能现在还这个境界呢？三清道友，帝俊来访。嚯，帝俊来了！这段时间也没有听到他宣告天地，看来还没有昭告天庭。这个时间点又来拜访三位师尊，他不是要来为成立天庭做最后的准备了吧？我猜他是害怕成为另一个东王公，怕三位师尊在关键的时候砸场子。此来必然是宋好处贿赂我们来了。穿越到洪荒，成为三清首徒，三教大师姐，见过大师姐。没曾想三清却偷听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崩完了。上集说到36重天出世，三清抢走上3天，在三清天自创秘法，境界突破，帝俊求见。恭喜三清道友境界突破，正道有望。帝俊此来是为前些日子的冒犯来赔礼道歉的。最近我们打算在33天上建立天庭，有可能打扰到3位道友清修。嗨，不就是希望我们换个地方，不抢你风头吗？走，快说补偿方案吧。道歉的事情就不需要了，当初斗法都是你我同意过的，上3天归我们，下33重天归你们。只是上3天我们却已经将其送给我们徒弟做洞府了，你们建立天庭的确打扰到他了，是得补偿。我勒个豆！三师尊，你说的太对了，你就是帅气和睿智的化身。三清竟然将36重天至高的上3重天当做洞府送徒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徒弟才能配得上这三清的大手笔？看刘家辈了吧，帝俊小老弟，他们的徒弟就在角落处偷偷注视着你，就问你怕不怕？能够成为三清道友的徒弟，这还真是得了大运。他需求什么，帝俊就算倾天庭之力，也是会帮他拿到的。能有他这样的徒弟，也是我们三清走运。哇，三师尊，你这话就是直球，好有杀伤力，我死了。帝俊道友，昔日咱们不周山处一起摘葫芦，必然是拿回去祭炼成了厉害的宝贝。我这弟子尚且没有功法的灵宝，不如就将那件葫芦灵宝当做是赔礼就行。哈哈，三师尊果然要了斩仙葫芦。不对，三师尊也只见了帝俊收葫芦的这个画面，帝俊的其他灵宝他也不知道啊。这葫芦被我祭炼为斩仙葫芦，里面炼化了一口斩仙飞刀，的确是适合功法的灵宝。给道友的徒弟传一句话，我希望33天和上3天能够和谐的相处。和谐，必须和谐。这个亮节我都不会在这三清天待着，现在跟着三位师尊他不香吗？我才不想一个待在三清天，太没安全感了。啊！斩仙葫芦初步祭炼完成，大成功！奶奶！宝贝虽好，可是没有用武之地呀。我在洪荒之中唯一的出手，还是用自己的身躯扛住了混沌钟。也不知道我这一堆灵宝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武之地。青青，我感觉你已经把那葫芦先天神劲炼化完了。帝俊给的这个葫芦功法如何？二师尊，帝俊的这个葫芦叫做斩仙葫芦，里面藏着一口厉害的飞刀，飞出去就见血呢。我的剑叫诛仙，你的刀叫斩仙，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威力和我的诛仙比哪个厉害。咦，难道说我无意之间挑起了三师尊的好胜心？只是这玩意打师尊不是和没打一样吗？青青现在才是金仙境界，你让他拿斩仙飞刀和三弟你比吗？你也不害臊。青青，大师尊给你推演一个合适的对手，来让你试刀，绝对符合你现在的境界。他们俩本来想打个配合，结果最终还是让大兄这个老登凭借着细节占了先手，姜还是老的辣。多谢大师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大师尊在，走向都正常了许多。要我说，现在已经是靠近东昆仑地方了。要说凶兽的话，似乎只有开明兽了。这家伙现在应该还没被收服，正好我去试一试他的身手。开明兽吗？太清老子成功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青青不仅仅提供了凶兽的身份，而且还大致的提供了凶兽所在的方位。太清老子立刻便觉得工作量大减。这边真的是开明兽，陆无是9条尾巴，开明兽是9颗头。大师尊的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青青，交给你了。终于到我大显身手了，这可是我第一次亲自动手，可得好好表现。宝贝，请转身。宝贝，请转身。大哥，三弟，青青现在是在念咒吧？是吧？兄长，你没听错，青青念咒了。念就念呗，
法宝念个咒怎么了？很正常的好不好？玉清原始气急，当初青青说他念咒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显灵，大家都一致说是恶心的，怎么现在都改口了？这个宝贝，请转身，它有一种斩尽一切的睥睨之感，不错不错。若是青青今天是说的飞刀按我心意，快显灵的话，大兄和三弟说不定就成了另外的说法了。不愧是下一个亮节的大杀器，就算我是金仙修为，都能够轻易的靠此灵宝将这凶兽的头颅给斩下来。陆鸦的修为可是准胜，比我强多了。三位师尊，我已经试刀完毕了。我看这开明兽斩了8个头之后，有了一丝清明的可能。要不，三位师尊，你们看看能不能救一下？我记得他应该是那种没有彻底的凶化，还能转化为神兽的那一种。要是能去除凶性，那么让他看门，当个毛茸茸养着也不错。师尊们不在的话，我也能让他带着我逛一逛，和那陆武差不多。三清将周青青的小心思听得清清楚楚，自然而然的也不会拒绝自家徒弟的这个小的请求。这开明兽身上的魔煞倒不像是凶兽亮劫流传下来的，倒像是有谁故意引动的。若是真的凶兽亮劫下来的混沌魔神的怨念和混乱，并不是那么轻易便能驱除的。不是凶兽亮劫本身带来的，难道是罗侯引动的魔煞之气？道魔相争之后，罗侯炸毁西方灵脉，便彻底的消失不见了。可是却也没说他死了。灭世黑莲在3个亮劫之后还都会出现，罗侯自然也有着活着的可能。三清面面相觑，周青青无意之间又向他们透露了一些内幕，他们将这些通通的记在心中，说不定这些信息都会在某些时刻派上用场。行了，已经搞定，开明兽已经恢复清明。既然是青青你饶了他一命，开明兽就是你的宠物了。多谢大师尊，虎类果然也是猫科动物，就算在洪荒之中，这大虎也能当大猫养着，以后深夜阴谋的时候不用担心了。吾为太阳星主帝君，现在立妖族，凡是有灵者，不管先后，皆可为妖。我等妖族特在33天建立天庭，运转周天秩序，特此昭告洪荒。帝君行动好快，我们一走就昭告洪荒。说起来，这天庭建立，东王宫又要遭殃了啊！等到天地帝君，东皇太一靠着立妖族建天庭的功德稳定了准圣的修为，马上就要对仙庭动手了吧？天庭竟然要对仙庭动手？仙庭和天庭的职能重合的地方太多，妖族又是亮劫主角，自然是要离庭扫穴，铸就天庭威名。仙庭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然妖族是亮劫主角，此番应该会是一场胜利吧？可怜的东王宫，面对天庭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呀！倒是可惜他那善师东华帝君也跟着一起陪葬了。等到后来转世成吕洞宾，才重新入了大师尊这一脉，也是令人唏嘘。看来大雄这会的出意思了，不然对不起青青透露出来的情报啊。看来有青青在，咱们3个也都是劳碌命。大师尊别这样笑，会起皱纹的。要是真变老可怎么办？你明明和2师尊、3师尊一样大啊！不要自暴自弃。青青，大师尊带你去看戏。这个话术为什么这么熟悉？好像3师尊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得拒绝。大师尊去哪儿？去贼府。天庭和仙庭最近爆发争斗，我总感觉要大战一场了，要去看看。大师尊不早说是天庭和仙庭大战，我会迟疑那几秒吗？穿越到洪荒，成为三清首徒，三教大师姐，剑道大师姐。没曾想三清却偷听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崩完了。上集讲到帝俊建立天庭，带领妖族对仙庭出手，青青则被太清老子带来看戏。斗法的确是好看，可是大师尊想要看这个，不是在东昆仑也可以吗？何必在这看呢？这不是东华帝君吗？这也被算计到了，大师尊也太厉害了吧！东王公注定要败在我的兄长天地帝君的手中。东华帝君，你可愿意投降天庭？若是愿意，他日说不定也可以重新掌控9天10地，做天庭帝君。不愧是亮劫的主角之一，就算是不敌大师尊，也是没有丝毫的气馁，似乎都已经将其转变为前进的动力了。哼！我为东华帝君，你为东皇，各自都是尊贵，就算生死，我也要看看你东皇太一如何超于我。哼！东华帝君果然还是和东王公不一样，不过结果也没什么不同。接下来东华帝君将会彻底的败亡，最后留下不朽真灵。大师尊应该会将这一点不朽真灵留下，等到轮回建立，送他进入轮回，这才有了一段缘法吧。大师尊，太清道友，今天是天庭和仙庭之事，你为何出手？出手需要理由吗？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太清老子而已。
我为玄门大弟子师尊亲自敕封天下南仙之首给东王公，因有一线生机，我只保东华帝君一个，其余之事我不会过问。看来救东华帝君是大师尊早就定好的事情，只是如今细节改变了一下，导致大师尊出手了。眼见太清老子语气坚决，又有出手的理由，再加上自己实在是打不过东皇太一，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太清道友说的对，既然如此，我便饶这东华帝君一命。等到我以后变强，自然还是会去找道友你挑战的。知道自己灭杀东王公善师已经不太可能，东皇太一果断的从此的离开。经此一役，仙庭陷落，天庭将成为那个唯一的运转周天秩序的存在，制霸洪荒。多谢太清道友救我一命。我救你是因为推演到你和我还有点缘法。大师尊果然是算无一策，不然怎么会出现在子府？仙庭坠落已成定局，你便和我离开此地吧。东昆仑。东华帝君对现在的太清老子的确充满了感激，可是想到东昆仑中还有万箭穿心的上清通天，一葫芦带走整个蓬莱的玉清原始，还是有些许的不自然。东华帝君竟然觉得大师尊会带他回东昆仑，怎么可能？大家刚刚薅了一波羊毛，见了羊也太尴尬了。放心吧，大师尊会安排好的。太清老子心中一紧，他哪有地方安排给东华帝君？时间过得太久，都让他忘了眼前的东华帝君，严格的说是他们薅羊毛的羊罢了。自然不是东昆仑，你如今尚且还需要恢复，我自然是会给你安排一个和你这子府差不多的地方的。我就知道大师尊都安排好了，和子府州差不多，又能帮助东王公的地方，不就只有大师尊的道场守阳山了吗？你以为我猜不到吗？走吧，我现在便带你去和我有缘的一处道场，其名为守阳山，正好适合现在的你去调养修行，恢复消耗的本源。今日东华遭受变故，幸逢太清道友搭救，无以为报，愿意以道友为师，执弟子之礼。嚯，这东华帝君真的改变了，能够说出执弟子之礼的这种话来。不对啦，他这一拜师的话，我不就成大师姐了？要是吕洞宾这样的拜师叫我师姐还能接受，可这么大一东华帝君叫我师姐也不是不行，可是我还没做好当师姐的准备啊。东华道友，你现在修为与我相当，拜我为师也不合适，等我正道之后再来考虑此事吧。而且就算不成为弟子，道友以后想来也是能够帮上我忙的，倒是不用妄自菲薄。哇，果然想要拜大师尊为师难度很高，东华帝君准圣的修为都不收入门下，这我不就损失了一个准圣修为的师弟了吗？还好我当初没有一时冲动主动拜师，不然就真的成黑历史了啊！还是太清道友思虑周全，东华自愧不如。太清道友，紫霄宫三讲的话，我就不去了。天下南仙之首已死，东华确实不想去那紫霄宫了。嗨，我当是什么大事？又不是大师尊不去，放心，不去就不去吧，都没有谁会多提你一嘴的。我这里有遗物，原本是要在紫霄宫三讲的时候去询问道祖其功效的，如今我都不去那紫霄宫了，便将其送给道友了，也算是对道友出手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勒个豆！这不是三生石吗？这里面蕴含着的可是姻缘轮回的力量。如今姻缘都在你蛙娘娘那，轮回的事情更是八字都没一撇呢。说不定以后我都能拿这个在洪荒让神仙们谈情说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行，这石头我就收下了，你便在这守阳山安心修炼吧，其余事情无需多想了。不是吧，大师尊这就要回了吗？这我出山岂不是只看了个戏，剩下的都和我无关？哪里无关了？不是得了个三生石了吗？大师尊实在不行，挖矿也行啊，这守山之童都能练这个轩辕剑耍耍了。青青，守阳山中我发现一条极品的铜矿脉，我已经想好了，用这里的铜脉给你炼制一些灵宝。哇，原来大师尊早发现了守山之童了，眼光就是好。为了锻炼一下你的法力运用，这整个矿脉就交给你来用法力挖走了，挖完咱们就回。我还是个孩子呀，这是压榨，三清都是黑心企业。自家徒弟表面上老老实实的搬运着铜脉，可是那心声之中，他太清老子都已经成为道德败坏、无恶不作的恶徒了。避免自己的心灵受罪，太清老子觉得下次不能用这个方法，将这个方法说给自己的二弟和三弟，让他们也尝试一下。作为三清首徒，拿着洪荒最好的资源炼丹，结果三炉炸了。我为帝江巫族的族长，12祖巫之首，空间祖巫。我为巨蟒，木之祖巫。我为入收，金之祖巫。我为祝融，火之祖巫。我为共工，水之祖巫。我为玄冥，雨之祖巫。我为后土，土之祖巫。我等12族，皆为盘古精邪所化，是为盘古正统。我等不拜天地，只尊盘古，巫族将正式行走洪荒。我勒个豆！
洪荒终于开始进入到巫妖亮节的序幕了，整个洪荒将不会平静了。怪不得我这6转金丹会炸，这是天意。见过给自己炸弹找借口的，推脱到洪荒不平静还是头一回。三清觉得自己又学到了。这其他的祖屋看起来不像是后土道友这样好相处啊。巫族不修元神，只求肉身，他们玄功已经修到了8转，战力都相当于混元金仙。真要站起来，将会是比龙汉大劫更加强大的亮节。看来亮节注定要发生的，已经不可阻挡。如今紫霄宫第3次讲道要开始了，我们也该动身了。青青，紫霄宫第3次讲道马上开始了，我们要出发了。看看这紫霄宫3讲，红尘客来的比第1次的3000少了多少？洪荒的水很深，我真的把握不住啊！红军现在应该是身合天道的状态了吧？现在的红军应该已经发现3位师尊是自创秘法了，就是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心态。3位师尊一定没事的。老子元始通天，不愧是玄门弟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中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秘法，还算难得。哈哈，我就知道红军不能够因为什么正道这玩意怪罪3位师尊的，红军的那点心思还是很好猜的嘛。我等是受到了师孙斩30秘法的启发，这才有所感悟。师叔侥幸，倒是让老师见笑了。大师尊果然是专门擅长打太极的。秘法之类只是为我们正道成圣服务，最重要的还是正道成圣。如今我便讲述成圣之路，你们都仔细听好。红军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你现在说秘法为正道成圣服务，等会又要说圣人天定，正反话都让你说了呗。现在正道之路有3条，其一便是以力正道，其2便是斩3师正道，其3便是功德正道。法则正道又被吞了。虽然说这玩意严格的说也算是以力正道的一种，可是红军提都不带提的。不过这和我也没关系了。睡意袭来，宝宝要去睡觉了。周青青终究是没有抵挡住催眠大法，沉沉睡去。听见心声之中没有了周青青的动静，三清也是转回视线到了听到之中。天道之术9为己，同样也将诞生9位圣人。而我玄门自然要出6位天定圣人。三清乃盘古元神所化，具有开天功德，可成圣，赐下3道红龙子气。女娲未来将会有一场大功德，同样可以成圣，赐你1道红龙子气。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你们西方也有点机缘，同样可以成圣，赐你们2道红龙子气。红云，你虽然没有机缘入我玄门，却能坐在蒲团之上，赐你1道红龙子气。我还有我。紫霄3讲已经彻底的结束，从此之后我将身合天道，此后没有道祖红军，只有天道红军。洪荒之中，除非有大事发生，不然我便不再现身。红军靠得住，猪都会上树了，信你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洪荒中的猪有不能上树的吗？这个到底是信还是不相信啊？还有青青不是造化青莲吗？怎么成秦始皇了？青青真要成皇也不是不行，史麒麟的始祖之气也有，操作起来很简单。不过联系语境的话，青青应该是在表达对道祖红军的不信任。我既然已经合道，紫霄宫便将重新关闭。昔日几个亮节的时间之中，我收集了很多灵宝，都将它们放在了分宝岩之上了。你们可以自行取去。2师尊到手的中央，雾起杏黄旗和3师尊的24颗定海神珠可都在分宝岩上呢。大师尊、2师尊、3师尊别讲面子了，咱们的先天至宝都寄出来，给我称。中央雾起杏黄旗到手了，青青给你。多谢大师尊。大师尊，宝莲灯。宝莲灯果然是和我有缘的，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分宝岩中能够和我相关的宝贝应该没有了。等一下，那个是金石白莲，分宝岩中原来还有一朵莲台吗？不好，他要逃，原来他是破开虚空从分宝岩中逃走了吗？大师尊，及时雨。No， 青青，别让他跑了。完美了，我的分宝岩之行完美了。24颗定海神珠也到手了，青青，咱们到时候一起去龙族拿北方玄云控水器。好耶，看来突破金线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对了，3师尊，我看这分宝岩也是一件宝贝，咱们可不能忘记这个。师弟师姐拿了你的定海神珠，便拿着分宝岩给你凑合了。这玩意是大号的聚宝盆，能够让你财源滚滚。
绝对比让你丢了小命的定海神珠强。这先天五方旗放到洪荒之中，那也是要成为先天至宝的。宝莲灯本身便是莲心，现在回到我的身上，终于可以突破到太乙金仙境界了。难道我是天才？3位师兄，女娲和兄长伏羲前来掏你。哒哒啦啦啦！诸位师兄，这是我酿造的白花果酿，道友们没去凤栖山，我便带来了。果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这一瓶是送给诸位师兄的，这瓶子都是空间法器，诸位师兄尽管喝。我勒个豆！原来是空间法器，早说嘛，害我白担心了。3位师尊，随便喝。多谢女娲师妹，你们来此应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和我们商量的吧？3位师兄明鉴，此来便是为了和3位师兄咨询一下突破之法。师尊说我未来会有一场大功德，明显是想让我功德成圣，我在这方面上有些犹疑。女娲娘娘原本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成为了斩一师的准圣了吧？直到成圣的时候都没能斩出第2师，最后功德成圣的时候直接就是一个修为最低，战力也最低，很明显就是斩3师秘法和他不契合嘛。希望师尊们能够看出这一点，别让女娲娘娘走斩3师之路，这样说不定娘娘都不会成为天道圣人，而是向人道发展呢。师妹，你不适合斩3师。大师尊果然看出来了吗？还直接提醒女娲娘娘，好强的算计。太清道友，这是怎么个说法？八卦哥哥，关心则乱了吧？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女娲娘娘都没有因为这个而动容呢。伏羲道友着急的心情我也理解，弟弟们不懂事的时候，我也时常因为此而不能安心炼丹。你看师妹现在如此的从容，想来也应该是有些心血来潮才是，不然的话，令妹和你又怎么会出现在我这东昆仑上呢？优雅，大师尊太优雅了。师兄慧眼，实际上我确实觉得自己不适合斩3师秘法，凤栖山上没有能够遮蔽天机的灵宝，我也不好和兄长非议师尊。如今大师兄这有太极图，而且同门之间的交流也不算是非议了。娘娘的推演能力不行，这一点上倒是做得挺滴水不漏的，也是有着遮掩大局的眼光的嘛。师尊的斩3师秘法自然是很强的，可是3位师兄也应该知道，我修行的是造化大道法则，注重的是生生造化。斩3师中带有3斩，其中有着分割亦有毁灭之意，和我大道其实是有点相冲的。而且师尊又说我功德成圣，若是斩师恐怕不妥。当然最重要的是3位师兄没有选择斩3师，这才给了我启发。能够成圣的果然有大智慧，通过3位师尊的变化察觉到其中蕴藏着的危机和机缘。女娲此来东昆仑拜访几位师兄，便是希望借助3位师兄之手，帮助我和大兄共同创造契合自己的秘法的。师妹无需多礼，帮师妹创造秘法，对于我们3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同样也能从中获得无上的感悟。不知道3位师兄当初是如何创造出契合自身的秘法的，现在我们又要如何开始？我们当初是得到上3天的时候有了感悟的。抬头望望天，秘法感悟。那我们现在上3天和我们3清相关，我们借此悟出了3清境。现在师妹要悟适合造化大道法则的秘法，自然是要观造化。说到造化，现在自然是要以我们的24品造化青莲为先。我们现在便关联推演秘法。我悟道，大师尊太有想法了。这女娲娘娘以后成圣的话，岂不是也要有我一份功德了？这可是大好事啊！造化青莲并没有被我们炼化，她是我们3清共同的弟子，唤作朱青青。青青和2位道友打个招呼吧。总算是能说话了，刚刚一直想要听师傅们交谈的内容，根本不敢说话的好不好？青青见过伏羲上神，女娲娘娘，我刚刚在莲池中休息，可没有故意听你们谈话。没关系，青青，3位师兄在此说话，没有逼着你，我们师客怎么会多言？而且接下来还要靠你来感悟秘法呢，感谢你还来不及，如何会怪你？女娲娘娘也太会说话了，冲你这个态度，3位师尊都得尽心帮你。我们也没想故意瞒着大家，只是青青个性文静、任生，不敢随意说话，而且没有化形，不想做出什么惹眼的动作。说出这话的大兄良心不会痛吗？这是一个有道德的修士能够说出来的话。对，大师尊说的对，我真的只想苟在3位师尊后面，做那最不起眼的莲花。现在便开始推演吧，尽快推演出秘法，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没想到我自己还能为女娲娘娘突破做点贡献，既然如此，我可得把造化青莲最为完美的姿态展现出来，让他们好好的领悟。爱莲说怎么背来着，我得做出最为完美的姿态才行。恭喜师妹得偿所愿，完成秘法。哦耶！多谢几位师兄和哥哥，
不过轻轻的作用同样不小，甚至还有着决定性的帮助。秘法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补摇碧莲。这名字草率了，我还以为会是什么鸿蒙造化诀、造化飞升经、玄天造化诀呢。多谢诸位师兄点拨，今日之恩，女娲必不会忘。我感觉已有突破之兆了，我和兄便回凤栖山了，改天再来拜访。等到伏羲和女娲兄妹都走之后，三清因为与女娲联手推演一门秘法，都是大有所得。莹莹感觉自己有着突破之兆，纷纷进入闭关状态。周青青则是盯上了从紫霄宫中获得的另外一件极品先天灵宝，12品竟是白莲。我周青，周白白终于成功了。这个作为三清首徒，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只能靠吞噬别的莲台来提升修为。我的三花聚顶真跟这莲花有关啊！好在在外面的莲子也就那么多。12品业火红莲是冥河老祖的半生灵宝，12品灭世黑莲是魔祖罗侯的半生灵宝，12品轮回紫莲的后土娘娘建立轮回的时候出现，12品功德金莲现在在接引到人的手中，看起来最简单的似乎就是冥河老祖了。可是人家怎么可能随便的就将半生灵宝给我啊？我最好将混沌青莲的其他的东西也都考虑到其中，后面的境界可也都是坎啊！难道我会重新的踏上成为混沌青莲之路？这个难道岂不是要比师尊们正道成圣还要困难？玉清原始他从闭关出来之后，便是听到了自家徒弟在这儿默默的吐槽。青青，二师尊打算去不周山拜访一下五祖，顺便去幽冥血海拜访一下冥河老祖。你这太乙金仙的修行得靠着莲台，一起去看看有没有机会。二师尊竟然要去见后土祖屋，除了后土祖屋，其他祖屋我还没见过呢。那天就见了个虚影。二师尊这是为了帮我寻求业火红莲，这才说要去巫族的吧？顺便什么的，还真是嘴硬。你不来，我就自己去了。耶堕天 C。这就是幽冥血海了。说起来，幽冥血海还是盘古渡奇岩所化呢。冥河老祖不说，血海算不算二师尊的亲戚？父神开辟洪荒，身化万物。要是真按照青青这个算法，大家都是亲戚了，那可就糟糕了。冥河道友，玉清原始来访。我以为三清之中会来和我论道的，只可能是那执掌了诛仙4剑的上清道友，没想到却是玉清道友。哇，这个杀气！看来拥有这2件先天极品杀伐灵宝的冥河，更加想要和三师尊较量啊！道友杀气充盈，看来是要以剑论道了。论剑我虽然不如三弟，却也不是不能陪你。哦，上来就这么精彩，那就多谢玉清道友了。先天杀道的确不错，不过现在的天道可是见不得杀戮大道的。哇，二师尊好厉害！自从化形在血海之后，玉清道友，你还是第一个能够和我论道3000年的存在，我服了。路边有没人要的法宝？打完了。我动用了先天杀道的精髓，觉得能够杀天、杀地、杀众生了。冥河现在果然还是专注在先天杀道之上啊！明明现在一心为杀，却还能在娘娘成圣之后效仿娘娘，创造阿修罗一族。说起来，冥河不也是趁机抢走红云鸿蒙紫气的一员，在鲲鹏红云大战之中，暗中将99散破葫芦拿到手的那个？玉清道友此来，我幽冥血海应该不仅仅这么简单的吧？道友说的不错，我来幽冥血海也是为业火红莲而来，不知道道友如何才能将这件极品先天灵宝割爱给我？业火红莲，你都有了12品竟是白莲了，竟然还想要我的业火红莲？正是因为有了12品竟是白莲，这才想要寻求12品业火红莲。哇，好有道理，一下子就明白了呢。没想到玉清道友如此贪心，鸿蒙紫气，红云的鸿蒙紫气便可以换走这业火红莲。若是你觉得价值不够，我还可以再加。我一心向道，现在追求的也就只有这一个成圣之机而已。直接挑明红云的鸿蒙紫气，现在有二师尊在，就连出手都不想自己出手了。阴还是你阴？冥河道友，鸿蒙紫气是不可能的。就算是我将鸿蒙紫气放在道友眼前，道友想要借其成圣，却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天道不会允许你成圣的。玉清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道魔相争，
道祖成就天道圣人，魔祖修行的是毁灭大道，走的是魔化洪荒的路子，最终败北。你的先天杀道是不是更加的趋向毁灭，趋向魔道？若是的话，你觉得先天杀道能不能成为天道圣人？版本削弱了啊，老弟，现在是天道版本，杀的不流行了。若是罗侯魔道的版本，明和你绝对是圣人候选人之一。玉清道友此言大谬，我从幽冥血海化形而出，便是报先天杀剑而出。天道复我神名为冥河，幽冥血海除我之外没有任何生灵存活，这不就说明我注定是走上先天杀道吗？幽冥血海可是有其他生灵的，鸿蒙凶兽血赤黑纹可也在幽冥血海之中的，你只是没发现，可不代表没有啊。道本无形，衍生万物，物所牵相，皆是义理，是无定法。天道也不会说让你一定就修行先天杀道。你觉得幽冥血海之中只有你一个？若是这血海之中尚且生存着你所不知道的生灵又如何？幽冥血海绝对不会出现其他的生灵，若是有，我愿意将业火红莲双手奉上。我勒个豆！送了，明和他送了。行，若是幽冥血海没有其他生灵，我便答应你去帮你拿鸿蒙紫气。那么接下来，道友就别怪我无礼了。你这是要？二师尊这是要动用盘古幡，卧槽，高射炮打蚊子，没想到我竟然能在洪荒中见到这样的大场面，这就是天地成伤。现在的师尊真要愿意，都能够毁灭幽冥血海，让冥河生死了。这个威力确定不是在威胁我将业火红莲给主动交出来的啊！这就是吞噬了七影道人3品功德金莲的血赤黑纹吧？